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小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拼了。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 老爷夫人，小少爷醒了。我刚刚不是在加班吗？突然脑袋里面一阵疼痛袭来，一大段陌生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我居然穿越到我看过的小说里，而且还是一个顶级富二代。小雨，你终于醒了。你现在身体还虚弱，赶紧躺着继续休息。眼前的女人叫张晴，是原主的母亲。妈，我没事，再过几天就可以读书去了。老苏，你听见了吗？小雨又叫我妈妈了。小雨愣了一下，随即想起原主准确的来说是张晴的养子。在出生那天，医院的护士不小心将她与另一名女婴抱错。原主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布置的不再喊养父母爸妈。养父母不仅没有丝毫介意，反而更加用心关爱呵护原主。小雨，你赶紧再休息一会儿。先前从楼梯上滚下来，你的头都磕到了，不然用功读书怎么会从你嘴巴说出？苏雨尬的挠了挠头，若不是林家家大业大，原主连高中都考不上。爸，说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才想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以后像大姐一样去集团帮你忙的。好，等你放假的时候，我先安排你去集团学习几周，让你大姐带你学习如何处理公司的事务。看着房间内和谐的气氛，门外一个瘦弱的女孩神情伤心了起来。女孩名叫苏佳佳，是当初和苏雨抱错的那个女孩。原主因为苏佳佳上门认亲，她非亲生儿子的身份暴露，一直怀恨在心，经常欺负苏佳佳。3天前，原主让苏佳佳清洗别墅内的楼梯，在路过苏佳佳身边时，原主故意和对方碰了一下，然后就从楼梯上。原主原想用苦肉计将苏佳佳赶出苏家，结果没想到玩脱了，正好让他趁虚而入。注意到苏雨的视线，苏北然和张晴目光也看向了门口方向。当看到女孩的时候，两人的神色瞬间冰冷了下来。我们苏家的礼仪就是让你躲在门口鬼鬼祟祟偷听的吗？把你哥哥害得这么惨，还不赶紧滚过来跪下给他道歉？苏佳佳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爸妈，不要叫我们爸妈，你这个丧门星，要不是你，小雨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吗？家里这么多仆人，轮得到你一个苏家大小姐动手吗？我看你就是包藏祸心，想要害死小雨，还不赶紧把戒尺给我拿过来！你这个晦气的东西，看见你我就生气。你虽然是我们苏家的亲生女儿，但终归是一个乡下的野丫头，什么事都帮不上忙，还净给家里添乱。接受完家法后，还是让老刘给你送回乡下去吧。爸妈，你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吗？那天我也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呀。你那是活该，都不知道你的养父母是怎么教你的，居然养出你这么一个狠毒的杀人犯。若不是你是我们的亲生孩子，敢把小雨伤成这个样子，你这辈子都得蹲在牢里。你现在满意了吧？把我赶出苏家，你终于满意了吧？你闭嘴！明明就是你一个惹祸精，现在居然还敢污蔑小雨，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这个野丫头给接回来，就该让你在乡下自生自灭。当即扬起手臂，一巴掌就要甩在苏佳佳的脸上。小雨突然想起了小说中后续的故事情节，一个飞扑插在了苏佳佳和张晴的中间。这一巴掌若是落在苏佳佳的脸上，将直接断绝苏佳佳与苏家的关系，而把苏佳佳赶出苏家，就是他黑化的开始。自此，他开始怨恨苏家，发誓一定要让苏家家破人亡。苏佳佳紧紧地闭上眼睛，然而预料的巴掌并没有落在她的脸上，她只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在她身前响起：“小雨，你没事吧？都怪妈不好，我知道你心疼小妹，可是她都害你变成这样子了，你居然还这么袒护她。”苏雨疼得龇牙咧嘴，脸上却露出了心疼的神情。爸，你都怎么照顾我妈的？不过短短3天，妈打我的力气都小了这么多，一点都不疼了。就你爸这个德行，别说照顾我，能不惹我生气就好了。不是谁都像小雨你这么让妈省心。爸妈，其实那一天是我看到楼梯脏了，就想亲自洗一下。佳佳也是帮我的忙，你们就别生气了。妹妹好不容易才找回家，怎么能再把她赶回乡下去呢？再说了，要回去也应该是我回去才对。我已经抢占了妹妹10几年的人生了，现在受到关爱本来都应该是妹妹。不行，你哪里都不准去，你就是妈的亲儿子，不管你是不是妈亲生的，妈这一辈子只认你这么一个儿子。不过小浩真的是长大了，看到家里脏的都知道主动清扫，真有孝心，不像某个晦气的东西，就知道给妈添堵。小雨，你永远也是爸的亲儿子，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让他继续留在家里吧。不要忘记你是因为谁才能留在我们林家的。小雨要是再因为你受到一点伤害，立刻给我滚回乡。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小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拼了。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
送走了爸妈后，苏雨才看向了苏佳佳，上下打量了这个未来的女反派。白皙的额头，吹弹可破的皮肤，一看就是一个颜值爆表的美女。检测到宿主改变书中原有剧情，避免苏佳佳被恶人侵犯，奖励顶级医疗能力。苏雨心中一喜，穿越者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看样子，只要能够不断改变书中的剧情，改变苏佳佳悲惨的结局，我就能得到各种奖励。注意到苏雨的目光，苏佳佳谨慎的后退了。一脸厌恶道：“不要以为今天帮了我，我就会对你产生感激。别忘了那天明明是你让我去清扫楼梯的，而且你还故意撞了我才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你那是活该。”可改苏佳佳的是原主，和我有什么关系？正好现在携恩图报，缓和一下和这个未来女反派的关系。不管，反正我今天帮了你，你必须报答我，不然我就跟爸妈告状。苏佳佳拳头捏紧，但随后又无力了。她的养父母已经死去，现在无家可归，而且她年龄还小，还没有办法打工养活自己。来到苏家后，虽然依旧受到苛待，但是至少有一个容身之处。你真是个无赖，你想要我做什么？那你今天就做我一天的小跟班，听我安排就是了。苏佳佳眉头皱了皱，她不知道苏雨又想用什么方式来羞辱她，不过她也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意点了点头。那你先去准备准备。来到地下车库，一排排豪车整齐的停放在此。作为江城苏家顶级富二代的苏雨，此刻穿行在一众豪车之间，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一辆兰博基尼。行了，上车吧。苏雨遵循原主的记忆，带着苏佳佳来到一家名叫缪斯的理发店。印象当中，原主一直在这家店里理发。这家理发店给许多超一线明星进行造型设计，手艺方面绝对是全国顶尖。难道这就扯平了？似乎他从苏醒后就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是以前，他根本不可能会帮自己挡住那一巴掌，更不可能让我坐他的车。现在这么对我，估计只是想后面更加恶劣的羞辱我。我必须要提高警惕，一天的时间还很长，绝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走到门口，一个服务人员来到了两人面前。你好，请问两位有预约吗？苏雨愣了一下，他记得原主可从来没有预约过，都是店长直接带的。你们店还需要预约吗？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把你们店长叫过来接待吧。说完，他便拉着苏佳佳准备走进店铺里。服务人员拦在两人面前，上下打量了苏雨一眼，不由得嗤笑一声。本店从来只为顶级的豪门服务，就你这样子怎么可能知道本店的规矩？看你也不过是5、6岁的年纪，就想带学生妹来我们店门口闹事，想耍威风，劝你也挑挑店。我们店长可是为江城苏家服务的，随便说你们2句，你们全家都得出去讨饭。服务人员目光又瞥了苏雨一眼，侮辱道：“你一个女孩子也不知道洁身自好，真丢脸！你要是真的缺钱了，跟哥哥说，我们店里喜欢学生妹可不少，你男朋友毛都没长齐，又能有多少钱？跟哥哥们一起玩，每个月1、2万的零花钱总是有的。”听到此处的争执，不少路过的人纷纷聚集了过来。啧，这个女的居然这么小肚子。苏佳佳低着头，她眼眶通红，积聚着泪水，恶狠狠地瞪了苏雨一眼。怪不得他今天对我这么温柔，原来都是为了这一刻准备的，为的就是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下被羞辱。现在你终于满意了吧？求求你放过我好吗？我再也不会跟你抢爸爸妈妈。回家后我将行李收拾好就滚，我绝对不会拿你们苏家一点点东西，你们也就当从来没有找回过我。他心中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一直都没有被疼爱过，明明他所奢望的也就只有一点点的关爱而已。听到苏佳佳的话，苏雨心中仿佛扎进了一口钉子，他眼神阴鸷，恶狠狠地瞪着服务人员，一脚踢向对方的队伍。我去你们！嘴这么臭，是不是吃屎了？你一个服务员居然敢造客人的黄谣，谁给你这个胆子啊？店铺牛逼，你就以为你也牛逼了？还什么为豪门服务？你的素质这么低，能服务好个屁！苏佳佳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她没有想到苏浩没有在一旁看好戏，反而还帮他出气。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店内所有托尼老师纷纷冲了出来。是谁敢在我们六司门口闹事？兄弟们，一起上，给他一个教训！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了起来，但是依旧一拳一拳的，这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小子，你很勇啊，居然敢打你爷爷！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闹事了？然而还没等几人将他抬进店铺大门，店长带头跑到了店门口，他一手重重的甩在带头的服务员脸上。到底是谁凭你们的胆子敢动他？为首的服务员捂着红掌，疑惑道：“姐夫，你认错了吧？他怎么可能是苏氏集团的少爷？我是谁？难道还要跟你们一个理发店报备吗？当然不用，当然不用。苏少爷是我们店员不认识少爷，不小心冲撞的您，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听到店长的话，一众托尼的脸上的表情比吃了屎还要精彩。对不起，苏少爷，要是知道您的身份，哪怕打死我们也不敢动手啊。所以你们的意思是，如果是普通人，你们就可以随意欺负是吧？听到苏雨的话，托尼后背上冷汗直流，还不赶紧给苏少爷赔罪！说完，所有托尼齐刷刷的倒在地。
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小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听了，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店长顺着苏雨的目光看向了店铺，长叹了一口气。他在江城打拼了10几年，好不容易才有了个细致，就被这群蠢货给毁了。苏少爷，这里是500万，今天是我管理不力，让这群人冲撞了您，恳请您原谅。什么吗？500万？要知道被打一下就能赚500万，我现在都恨不得把自己挂起来。实在不行，让对方用钢筋或者棒球棍来打吧，不然这钱拿着总感觉不踏实。店长以为苏雨嫌少，咬了咬牙，又掏出一张。这里还有300多万，已经是我在江城10几年全部的积蓄了，还请您高抬贵手。苏雨连忙将2张卡都揣在兜里，生怕店长反悔。到时候将这2张卡的钱全部换成黄金，再找个地方藏起来，就算后期苏家破产了，这800多万也足够生活了。一想到此，他紧张地回头看向苏佳佳。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相信吗？苏佳佳深深地看了苏雨一眼，虽然相信今天的事情只是个意外，但视频和谣言都已经流传出去。我有些累了，能送我回家吗？当然不行，今天还没有过去呢，何况还让你遭受了无妄之灾，必须要好好补偿你一下。如果不是这群狗崽子，我都已经和苏佳佳搞好关系了。没有给苏佳佳反应的机会，直接拉着的手走向另一处理发店。一进门，前台小妹热情地招呼道：“你好，2位帅哥美女，有认识的理发师吗？这里剪头发会不会很贵啊？美女，这里是我们的价目表，您可以先过目一下。”苏佳佳脸蛋一红，接过价目表看了起来。在这里最便宜的总监理发都需要128元，如果是店长理发则需要488元，如果再加上头发养护和造型之类的项目，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我们要不换一家吧？我平时都去街边剪的，只要40就够了。苏雨瞥了一眼价格表，他也没想到剪个头发居然能这么贵。可一想到自己现在好歹是江城顶级富二代，刚刚挨顿揍还赚了800多万，一脸坏笑道：“就在这里剪了，钱不是问题。叫声哥哥，我给你充一张会员卡怎么样？”苏佳佳脸色羞红，转身就准备离开。这个混蛋一直欺负我，居然还想让我喊他哥哥，做梦！哥哥，一声甜甜的哥哥飘荡在理发店里，前台小妹脸色眉目含羞，轻咬着嘴唇。哥哥，你刚刚说要给妹妹充一张会员卡的，可不能食言哦。苏雨愣了一下，对着前台的女孩挑了挑眉，说道：“那就先充10万，给他所有都按照最高标准来。”没等苏佳佳拒绝，一个理发师已经把她带了进来。离开理发店，苏雨把会员卡给到苏佳佳手上。以后就来这里理发，什么时候想来了和哥说一声，我送你过来。苏佳佳脸色通红，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出现在她的心里，她感觉心里痒痒的。如果他以后能不再欺负我，那我叫他一声哥哥也不是不可以。没等他反应过来，苏雨就拉着苏佳佳来到一家服装店门口。服装店名叫泰勒，在奢侈品中还算出名。要不我们还是去别的店里买衣服吧，这里一件衣服在外面可以买几10件了。来都来了，先进去挑几套衣服，有哥在放心钱不是问题。难得暴富一场，我倒要看看这些衣服和9块9包邮的有什么区别。苏佳佳犹豫了片刻，轻轻的点了点头。那就挑一件。进入店铺，一名服务员一脸笑意的来到2人面前。女人名叫黄玲，是这家服装店的导购。她上下打量了2人一眼，脸上的笑容瞬间耷拉了下来。这里的衣服很贵，你们不买就不要进来了。要是不小心弄脏了，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听到黄玲的话，苏佳佳躲到苏雨的身后，轻轻小声道：“要不我们还是去街边的店买衣服吧，那里的衣服质量也很好的。”店铺内并没有多少客人，苏佳佳的话清晰的传到黄玲的耳中，她嗤笑一声：“你们赶紧走吧，就你们穿的这样，柜台他们看了还以为我们店来了什么乞丐。我们这店里的衣服不是你们这些下等人能买的，你们就应该去买那些烂大街的便宜货。”苏佳佳脸色瞬间一红，鼓起勇气抓住了苏雨的胳膊，轻轻向后拽了拽。若是以前，苏雨还会选择息事宁人，但现在他可是江城顶级富二代。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是吧？把你们老板找过来。听到这边的争执，另一名年轻女人来到2人身前。您好，我是这家店铺的经理，我叫赵海燕。黄玲，你先去招待别的顾客。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我现在就为2人更换导购。小李，过来接待一下。说完，他就准备离开。等等，你们店处理投诉就是这样和稀泥的？赵海燕瞥了2人一眼，不屑地嘲笑了一声。非得要我给你们挑明了吗？像你们这样的穷鬼，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客户。你们不过就是过来拍个照片，满足一下虚荣心，没把你们赶出去就已经不错了。他来到保安身边叮嘱：“你盯紧他们，别让他们把衣服弄脏了。”我们还是去别的店吧，大不了我下周再抽出1天陪你出门。苏雨诧异的看了一眼苏佳佳，点了点头，笑道：“那我们可说好了，下周不许耍赖。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被羞辱了，我们先出去吧，我打个电话。”正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女孩来到了2人身边。佳佳，是你吗？念秋学姐，你怎么在这里？她是李念秋，我初中时候的学姐，现在也在江城高中。说完，她突然愣了愣，疑惑自己为什么要跟苏雨介绍自己的朋友。注意到苏雨的眼神，
苏佳佳立马补充道：“警告你，不许打念秋学姐的主意。这是你的男朋友吗？没想到小妮子你也春心萌动了。”苏佳佳脸色微红，他才不是我男朋友。一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和苏雨之间的关系。李念秋打量了苏雨和苏佳佳两人一眼，明显不相信的样子。念秋学姐，你不是正在高3吗？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了赚一些生活费，还有大学的学费，休息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兼职上班。你不知道，这里的衣服都超级贵的。李念秋吐槽道：“你们该不会是来这里买衣服的吧？”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年。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是的，今天带她来逛街更新下衣柜。李念秋坏笑道：“那我带你先看看店里的衣服吧。佳佳长得这么好看，穿什么衣服肯定都很好看。”他瞥了一眼左右无人，小声说道：“就算不买也没关系，这些衣服买一件外面都可以买好多了。”来到苏雨身前，轻笑道：“拿你女朋友借我一会儿。”苏雨尴尬的挠了挠头：“我说她不是我女朋友，你信吗？她其实是我的妹妹。”李念秋点了点头，露出一脸坏笑：“懂的懂的，你们就是哥哥妹妹，是不是要穿紫色的衣服会更有韵味？”苏雨轻叹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我先出去打个电话，帮我看看她都喜欢什么衣服。”说完，他来到了店铺门口，掏出手机找到一个电话打过去。这家服装店位于江城广场1楼，而整个江城广场都是苏家的产业。负责江城广场运营的是一个叫刘红的中年人。喂，小少爷，今天是来江城广场玩了吗？我让他们把游戏厅的难度都调低一点。苏雨冷哼一声，语气不善道：“刘叔，咱们江城广场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让他们进驻？我在广场1楼那个泰勒服装店被他们的导购给骂了，你把他们店的老板叫过来一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老板能教出这种狗眼看人低的服务员。”什么？居然敢欺负到我们小少爷头上！我现在就把店铺老板叫过去，要是不给个答复，我看他那个店也没必要开了。电话挂断，刘同立马给店铺老板打了过去。电话刚一接通，他劈头盖脸的就骂了一句：“梁迎宾，你他妈招聘的都是什么员工？居然连我们苏家的小少爷都敢骂！20分钟，你要是赶不到江城广场的店里，明天你们店也别想开了。”梁迎宾被骂蒙圈了，刘同的话还反复在脑海里回荡。完犊子了，这是要毁了我吗？我的员工骂了苏家小少爷，江城苏家可是出了名的护短，尤其是对那个不学无术的小少爷，更是呵护到无微不至的地步。一想起苏家之后可能的报复手段，他浑身都不由得剧烈一颤。不行，我得赶紧过去。苏雨打完电话后就返回了店铺。苏佳佳在李念秋的推荐下换上了一套蓝色陌生衣，她本就清冷孤高的气质，穿上这套衣服仿佛是高贵的天鹅。苏雨看到的时候都不由得呆了一下。我就说这件衣服绝对适合你，你看你男朋友都呆住了。苏佳佳注意到苏雨的视线，脸颊瞬间羞红，躲到了李念秋的身后。这件超级好看，难得来一趟，多挑几件吧。王林看到苏佳佳换了衣服，上前嘲讽：“啧啧，不愧是些穷鬼，你们这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吧？换衣服的时候可得小心点，万一衣服毁了，你们可赔不起。”黄姐，他们说要买一套的，他们要不这么说，能有机会试穿我们的衣服吗？他们这种人我见多了，最后肯定又找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就走了。赵海燕冷着一张脸来到李念秋的身前：“你这个月的工资扣500。”李念秋低下头，有些不知所措：“凭什么扣他工资？”赵海燕不屑地瞥了林浩一眼：“就凭这些衣服都沾上你们的穷酸味了，变得不好卖了，扣他500块都还是轻的。你不是想替他出头吗？有本事就把这些衣服全部买了啊！就知道动嘴皮子的废物。”他看阴冷着脸向李念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拿我们店的东西来做顺水人情。我看你这个月工资还是别拿了，要是不满意的话，明天就可以走。”听到赵海燕的话，李念秋的眼眶瞬间变得通红。没事，不要怕，我一定会帮你的。他转过头，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看向苏雨：“求求你帮念秋学姐，只要你能帮她，今天我什么都听你的。”然而还没等苏雨说话，黄玲突然来到了苏佳佳的身前：“赵经理，你看他衣服被水浸湿了，已经影响这件衣服的2次销售，必须得让他买下来。”听到黄玲的话，李念秋步步的难过说：“对不起，赵经理，都是我的错，这么一点印记等干了就看不出来了。你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这衣服材质可特殊，沾了水就废了。既然你想帮他，那这套衣服39800就由你出。保安，把门给堵住，在他们凑够钱之前，别让他们跑了。”你去安慰学姐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苏雨冷哼一声，上前一步，一巴掌就甩在了黄玲的脸上：“你个臭流氓，居然敢打我！今天不赔我50万，你别想走！”你们确定要我付钱吗？你打人，还破坏了我们店内的衣服，让你赔钱怎么了？今天不止那件衣服，你们所有穿过的衣服，我们全都不要了，你们得全部买下来。行。
苏雨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笑道：“刷卡吧，把这个肥婆的医药费也一起刷了。过刷我的卡容易，到时候你们想把钱退给我可就难了。”我们疯了才会把钱退给你。海燕，赶紧刷卡，别到时候这里面1分钱都没有。当刷卡成功的消息跳出来的时候，除了苏佳佳之外的所有人都呆住。这小子居然真的这么有钱！快，把我的50万转给我，挨一巴掌就能换来50万，这生意我做梦都能笑醒。赵海燕看着手中的银行卡，回想起苏雨刚刚说过的话，心中隐隐感到有些不妙。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你，那我来宠你。你男朋友这么有钱的吗？苏佳佳撇了撇嘴，爸妈可是将副卡都给了苏雨，别说100万，就算是100亿，他都能直接刷出来。说着，苏雨来到两人身前。李大美女，我都买了这么多衣服，你就不打算为我打包一下吗？李念秋方才反应过来，我现在就为你包装。趁着李念秋离开的功夫，苏雨对着苏佳佳询问道：“他是你好朋友吗？”苏佳佳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我在养父母家基本都吃不饱，念秋学姐会经常给我带一些好吃的，而且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还经常教我学习。我们能不能帮帮她？那你叫哥哥，我就帮他。苏佳佳立马果断喊道：“哥哥！”听着他甜甜的一声哥哥，苏雨一脸开心。既然他成绩很好，以后就来给我补习吧。苏佳佳用异样的眼神打量了苏雨2眼，警告道：“你要是敢欺负念秋学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个小妮子天天不知道想些什么。从她的反应来看，李念秋对于她来说十分重要。万一她后期黑化了，说不定自己关照过李念秋，还能让她念及旧情，给自己留个1800万的养老。谈恋爱哪有这泼天的富贵相啊？你先去跟她说一下情况，这里的班就别上了。至于这里的工资，见那些人3个胆子也不敢拖欠他。苏佳佳点了点头，连忙跑到了李念秋身边告诉他这件事。苏雨掏出手机，又给刘彤打了个电话。刘叔，这家店居然敲诈了我100万啊！土匪啊这！小少爷，你先等等，我还有2分钟就到了。那可不行，我这里还有2个美女等我呢，也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刘叔，我挂了呀。挂断电话，他来到苏佳佳和李念秋身前，快点走，不然我们要被堵住了。他俩立马刚离开没2分钟，刘彤就匆匆地跑进了服装店。行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刘叔。苏佳佳并不认识刘彤，但看到苏雨自信的样子，知道他必然不会让自己吃亏。店铺内见到刘彤进门，赵海燕连忙上前迎接。刘总，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店里来？您先坐，我去给您泡杯茶。你们老板呢？我说给他20分钟，让他到店铺里面来，他怎么还没到？见刘彤的态度，李海燕尴尬的笑了笑。老板可能堵车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催催他。还没等他拨通老板的号码，梁迎宾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店铺里，他恶狠狠地盯着赵海燕说：“小少爷在哪？苏家的小少爷在哪？”看着梁迎宾癫狂的样子，赵海燕声音颤抖：“老板，沈什么苏家的小少爷，我们没有看到啊。”梁迎宾，你倒是教的一手好员工嘛！先是辱骂了我们少爷一通，又敲诈了我们少爷100万。我给你半天时间，你要是解决不好这件事，我送你去别的地方回国。刘总，放心，我一定好好向小少爷道歉。听到100万，赵海燕瞳孔放大，整个人瞬间都僵硬了。看到赵海燕的反应，梁迎宾知道他已经回忆了起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板，我们不知道啊，他没告诉我们他是苏家少爷啊。梁迎宾眼神凶煞的上前，一个大耳刮子就甩开了赵海燕的脸。苏家少爷进店还得跟你通报一声吗？你是扯货吗？是黄玲一直在辱骂苏家少爷，不止逼苏少爷买了50万的衣服，还讹了苏少爷50万。梁迎宾怒视着黄玲，还没等他走过去，黄玲立刻就瘫软在了地上。老板，我是真不知道他是苏家小少爷，要是知道了，借我800个胆子，我也不敢说他半句不好啊。我不听你们的解释，你们接下来给我赶紧去找苏少爷，不管是抽自己嘴巴还是下跪磕头，一定要取得苏少爷的原谅。要是老子进去了，你们他妈的也别想好过，都给我滚！听到梁迎宾，赵海燕循着苏雨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梁迎宾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拿着礼物走到刘彤身边。刘总，苏少爷有没有和您透露过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看你也是诚心给我们少爷道歉，我也给你一点线索。刚刚他说他身边还有2个美女，现在也差不多该吃午饭了。谢谢刘总，我这就去找少爷道歉，一定让他看到我的诚意。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还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你。
苏雨带着苏佳佳和李念秋准备去一家餐厅，回头看向苏佳佳，一脸失落。苏佳佳看着李念秋，一脸期待的样子，走到苏雨身旁，小声道：“你今天能不能不要提前离开？”提前离开。随即他突然恍然大悟，当初原主曾经带苏佳佳去一家高档餐厅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原主借故就跑了，留着苏佳佳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餐厅里。店长还因为她吃霸王餐的事情差点报警。只是希望他不要再像上次捉弄我了，这次还是在朋友面前捉弄我。苏雨长叹一口气，将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这张卡应该够你用了。为什么？这张卡是缪斯理发店店长的卡，里面除去买衣服的100万，至少还有200多万。看你太没有安全感了。苏佳佳一脸纠结的思索半晌，但最终还是将其推了回去。对不起，这个太多了，我不能收。苏雨翻了个白眼，你刚刚还说什么都听我的，既然你不收，那就帮我保管一下，万一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也可以先调用。李念秋看着面前被推来推去的卡，好奇道：“这里面有多少啊？”里面也就200多。你就收下吧，200连我们今天一顿饭都不够呢。你以后对他好一点就行了。你男朋友应该也不在乎这么一点钱，大不了这算你给我介绍工作的中介费。我第一次给他补习就不收钱了。苏佳佳看着一脸坏笑的苏雨，无奈的扯了扯李念秋的衣袖。这里面不是200块，而是200万。李念秋咽了咽口水，询问道：“该不会是他妈妈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给的分手费吧？”苏佳佳脸色瞬间变得通红，解释道：“他真不是我男朋友，他是我哥哥。那哥哥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他真是我哥。”看着耿直的李念秋，苏雨真诚道：“以前我对佳佳做了太多混账事，想弥补一下她。你是她最好的朋友，你会帮助我的，对吗？”看着苏雨的眼神，苏佳佳撇了撇嘴，提醒道：“念秋学姐，你别被他骗了，他就喜欢你这种长得好看、身材又好的女孩子。我看他就是想要趁机接近你。你给他补课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李念秋思索了半晌，小声询问道：“那你哥一般给前女友的分手费是多少啊？”听到李念秋的话，苏雨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剧情。苏佳佳成立的公司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极其变态的成本控制，而负责管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的，就是一个名叫李念秋的人。原剧中，他母亲被确诊患上了癌症，为了不耽误高考，一直在瞒着他，直到高考结束后，方才得知母亲的病情。他母亲为了不拖累他，从医院楼上直接跳了下来。一想到李念秋未来会成为苏佳佳的左膀右臂，苏雨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先挖个墙角再说。他轻咳了2声，询问道：“你现在很缺钱吗？”最近我妈身体不是很好，都没有出去工作。以前家里的饭菜还能有1荤1素，现在每天都只有1道素菜，家里的钱应该剩的不多了。所以你就打算欺骗我一个纯洁少年的感情，让我妈掏出500万逼你和我分手？李念秋也不禁开始幻想，玩笑道：“要是阿姨真的掏出500万，我就说我怀了你的孩子，孩子要500万。”看着两人玩笑的样子，苏佳佳心中警铃大作，她知道苏雨能轻松的掏出500万来。她轻轻拽了拽李念秋的胳膊，将他护在身后，警告道：“你要是敢欺负念秋学姐，我就告诉爸妈。”苏雨挑了挑眉，笑道：“两情相悦的事情怎么能算欺负呢？如果真的给我500万，就算小三怀孕了，让我去伺候月子也行。”没等苏雨继续输出，赵海燕面前跪在了他的面前。苏少爷，我们老板找你已经找疯了，求求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吧。两人非常有默契的打起了节奏，坚定的不断甩着自己嘴。原本神采奕奕的苏雨此时尴尬的脚趾抠地，恨不得找个缝儿直接钻进去。今天怎么还就跟这个服装店过不去了？这跟当众拉屎有什么区别？苏佳佳和李念秋看着苏雨吃瘪的样子，不由得掩嘴偷笑。你们就笑吧。谁能笑得过你们啊？要不是为了给你们解气，我至于出这么大的糗吗？他眼眸一转，对着赵海燕两人说道：“给他们道歉，他们原谅了你们再说。”两人愣了一下，调转一下方向，大声喊道：“小姐，都是我们的错，我们真的没有认出你们的身份啊！不然就算借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这样对待你们。”苏佳佳和李念秋连忙低下头，看着尴尬的两人。苏雨呲着大牙，嘎嘎猛亮，只要所有人都社死，那就没有人社死。他们都道歉了这么久了，你们到底原不原谅啊？两人恶狠狠地瞪了苏雨一眼，如果眼神能化作刀刃，苏雨已经被他们杀死。小李，你帮我向苏少爷求求情好吗？要是得不到他的谅解，我们会被开除的。我每个月还有房贷车贷要还，还有孩子要养。是啊，当初还是我们把你招进来的，你一定不会这么狠心的，对不对？听到两人的话，本就还在上学的李念秋心中顿时一软，犹豫地看向了苏雨。打住！你缺的是工作吗？你缺的是工资啊，宝贝。他们把你工资扣完了，给你提供工作岗位，有个锤子用。你怎么还没上大学？眼神就清澈的和大学生一样。听到苏雨的话，李念秋这才反应了过来，委屈道：“明明店里面的活都是我干的，每天盘点库存、搬模特、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的都是我，你们凭什么扣我的工资？”回想起这1个多月的工作经历，他不由得眼眶通红。赵海燕脸上露出尴尬之色：“我现在就转给你，现在就转。”看着到账2000元的短信，李念秋擦了擦眼角，激动地拉苏佳佳的手：“谢谢你们，不然我的工资就拿不到了。”苏雨撇了撇嘴，抗议道：“不是我帮你要的薪水吗？你牵他的手干嘛呀？
我的手也闲着呀。小李，你看现在能不能帮我劝劝苏少爷？苏雨看到李念秋辛苦这么久才给这么点钞票了，你看你们的赵经理多么精明的一个人，把本来应该给你的工资还给你，还让你以为欠了他的人情，他们是一点提成都没有给你。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她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不算你们的衣服，我这个月也卖了20万的衣服了。苏雨此时补充道：“两位美女，我现在很饿呀，我们先去吃饭吧。等你们什么时候诚心悔过，咱们再谈吧。”苏少爷，求求你再待一会儿，我们老板已经在往这里赶了。苏雨抬起手，轻轻搭在林清逸的脑袋上。我们先一起去吃个饭。你们先去服装街，再买些日常的衣服，我把这些衣服放车上，再去找你们。给学姐挑几套衣服做工作服，省得到时候给我补习被爸妈嫌弃。苏佳佳愣了一下，她知道苏雨这是找借口给李念秋送衣服。如果直接送给李念秋，他肯定不会接受，甚至将购买衣服的钱还回来。如果是作为工作服，那他就不得不接受了。总感觉清醒过后，他仿佛换了个人一样。他又看了看李念秋，颜值高，身材好，学习成绩还优异，被誉为江城高中的校花。想起苏雨异常的表现，心中顿时就猜想。他小声提醒道：“学姐，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李念秋点了点头，放心吧，能骗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工资刚到账，我请你喝奶茶。另一边，苏雨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前往露天停车场。此时，有2名年轻的女孩正对着兰博基尼疯狂自拍。2名女孩都是江城大学的学生，一个名叫张嘉诚，另一个是方晴晴，左右也没有什么大事。苏雨索性等待2名女孩拍完。啊，姐妹，你这也太美了吧！这腿拍出来也太长了，简直绝子。这张拍的也超级好，这车拍起来太出片了。不知道这辆兰博基尼是谁的，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能上车拍2张呢。突然，张嘉诚看到边上的苏雨皱了皱眉，他是不是从刚刚就一直站在那里了？是啊，好像已经站很久了。我看他肯定是想上来要我们的联系方式，赶紧把他赶走吧，我还有好多姿势想要尝试呢。哼。能请你不要用猥琐的眼神看着我们吗？苏雨尴尬的挠了挠头，他刚刚光注意看身材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怎么样。他轻咳了2声，询问道：“那拍照拍完了？你该不会也想和那辆车拍照吧？你赶紧滚！你知道那是什么车吗？要是一不小心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听到女孩的这番话，苏雨知道了这2个人是拜金主。你们确定要我滚？不然呢？你以为我们还会挽留你不成？该不会觉得装成霸道总裁的样子很迷人吧？像你这样想要我们联系方式的多了，真的是下头。听到2名女孩的话，苏雨都被气笑了。苏雨没有说话，默默地从口袋中掏出了兰博基尼的车钥匙，轻轻按了一下钥匙上面的按钮。原本嘈杂的场面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苏雨哼着小曲，拉开车门，将身上大包小包的东西全部丢进了车中。小哥哥，你有女朋友吗？我的心头好痛，你可以帮我们揉一下吗？他思索了一下，开口道：“其实我也不是这辆车的车主。”小哥哥，你就别骗我们了，你不是这辆车的车主，怎么会有车钥匙？我们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主要是小哥哥刚刚关兰博基尼车门的样子太帅了，瞬间就让我心动了。我是少爷的司机，就一泊车的，少爷正在外面逛街呢，让我先把东西带回来放车上。2个女孩脸色阴晴不定，她们打量了一下苏雨。你真不是这辆车的车主？那个小哥，你联系一下你们少爷，让他赶紧过来一趟。少爷的事儿哪是我一个司机能管的？你们刚刚不是说胸口疼吗？正好我祖传了一点手艺，可以帮你们揉揉。2名女孩一脸嫌弃的退后了2步。一个下等人别碰我们，或者你给我们一个你们少爷的联系方式，要是我们和你少爷好上了，到时候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要是没好上，我还因此被开除了，你们养我吗？凭什么让我们养你？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就不知道自己出去干活啊？程，我们就在这辆车这里等着，不信他们少爷不来，跟这个下人有什么好说的？要是让你们少爷知道，因为你差点错过了我们2个，你的工作肯定要丢了。正在此时，梁一心带着赵海燕。这回准没错，他绝对是兰博基尼的车主。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那家泰勒奢侈品服装店的老板。泰勒的老板啊，那怪不得能够买得起这种豪车。你好，哥哥，能和你认识一下吗？你的车真的太好看了，我们想看看内饰，在里面拍2张照片，你看可以吗？梁迎宾直接无视他们走到苏雨面前说道：“苏少爷，我是泰勒服装店的店长梁迎宾，是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员工，才让他们做出冲撞你的事情。”他看向赵海燕和黄玲2人。
你们两个混蛋还不赶紧跪下给林少爷道歉！赵海燕和黄玲两人当场就跪在了地上。苏少爷，全是我们的错。苏雨倚靠着兰博基尼询问道：“那你们知道都错在哪儿了吗？”我们不该狗眼看人低，顾客就是上帝。我们作为服务人员，不应该区别对待。还有，你们还犯了什么错？还不赶紧跟苏少爷坦白！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走的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还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她，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我不应该克扣员工的工资，还把脏活重活全部交给他。看来我还是太少来店里了。你以为店是你家开的了是吧？什么时候扣工资轮到你一个值班经理决定了？你到底还瞒着我做了多少蠢事？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苏少爷他们私自雇佣员工并克扣工资的事情，我并不知情。但既然发生在我的店里，我就会承担责任。员工的工资我会一分不差的发给他，包括他该有的提成和奖金。这里是1000万。是我的歉意。他目光又看向赵海燕两人，咬牙道：“至于他们，我会再另行追究。”听到梁迎宾的话，赵海燕和黄瞬间心如死灰。苏雨喜滋滋地接过递来的银行卡，赞叹道：“梁老板大气。”梁迎宾长舒了一口气。苏雨收下了他的钱，意味着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最怕的就是苏雨不收钱，坚持要追究到底。这就赚了1000万，我就被骂了2句，就赚了1000万。穿越前为什么我老板天天骂我？我1个月才3000，要是有人给我1000万，别说骂我了，就算把我打到半死也成啊！苏雨轻咳了2声。冷声道：“梁老板，你们店在我们江城广场上，一旦出现不好的言论，我们江城广场也会受到牵连，你懂我的意思吗？”梁迎宾连连点头。接下来我坐镇在店里，绝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见梁迎宾认错，态度良好，苏雨给刘同才打了个电话。刘叔，事情解决了，梁老板那边你没事多找他喝茶。我在江城广场这边露天的停车场，你给我调一辆4座的车过来，再把我的兰博基尼开回别墅。今天开的是跑车，只有2个座位，换个4座的还能送李念秋回家。李念秋的母亲现在应该已经确诊了癌症，自己提前介入，说不定还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好的，少爷。苏雨随手将自己的车钥匙丢给梁迎宾，你在这儿帮我把车钥匙交给刘叔。少爷，我们能加一下联系方式吗？去找梁老板，坐车内拍照1次100。张嘉诚和方晴晴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直接转头去找梁迎宾。他们在苏雨面前脸都已经丢光了，不敢继续纠缠。此时苏佳佳和李念秋买完衣服走过来，哥，我们是要回去了吗？他都没有发现，现在已经不排斥叫苏雨哥哥了。宋念秋学姐回去后，一起去趟医院给你做个体检，我也去找一下3点。刘叔，今天麻烦你了。小少爷，您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这是我妹妹苏佳佳，佳佳，这是江城广场的负责人，你跟我一起叫刘叔就行了。以后有事需要帮忙的，你也可以找刘叔。苏佳佳半个身子躲在苏雨身后，怯生生的叫道：“刘叔好，那我是以后不能找你了吗？”这小姑娘也太招人稀罕了，真不知道原主脑子怎么长的，你想找谁都行。苏佳佳脸色微红，低下头。要是以后这个混蛋也能天天这样就好了。佳佳小姐，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刘叔，我们就先走了呀。开着车，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城乡交界处的一个老式居民区。李念秋的家就租住在这里。苏雨，要不先放我下来吧，我的家就在这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看了李念秋一眼，估计是他怕自己见到他那破旧不堪的家。虽然他平日里大大咧咧，但因为家境还是会有一点点自卑。苏佳佳神色紧张，很怕从小娇生惯养苏雨嫌弃学姐农村的房屋。要不我们还是先把学姐放下来吧。已经很近了吗？走2分钟就到家了。将车停好，走向一旁的便利店。再出来的时候，他的手上提着2箱牛奶和一些水果。佳佳，帮我看看，第一次见家长带这些东西够了吗？苏佳佳求助般看向李念秋，他怎么不知道苏雨居然还有这么无赖的一面？又不是去提亲，你准备这些东西干嘛？我这不是觉得学姐太好看了，怕你上了大学就被别人撩走了吗？这样我以后就只能打光棍了。李念秋脸色瞬间一红，说道：“那先说好，可不能嫌弃我家。”好的，李大校花。那我们一起走吧。看着面前的房屋，苏雨眼神中流露出怀念的神色。他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外婆会抱着他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用蒲葵扇一下一下的轻轻帮他扇着。他擦了擦眼角快要流出来的泪水，发现苏佳佳和李念秋2人一直在看他。你们看我干嘛？我脸上长出花来了。
见苏雨脸上没有嫌弃之色，李念秋不为何心情突然就轻松了起来。苏佳佳也拉了拉他的衣角，对他说：“谢谢你哥哥。”苏雨却是揉了揉苏佳佳的脑袋，轻轻说了声：“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迟来的道歉却依旧让苏佳佳热泪盈眶。她吸了吸鼻子，哽咽道：“哥哥，你不要变回去好不好？你永远像今天一样好不好？”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女。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她刁难她，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你。就算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姐姐也不喜欢我都没有关系的。哥哥，只要你能够对我好就行了。你可是爸爸妈妈的亲女儿，也是姐姐的亲妹妹，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呢？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而已。乖，不要想太多，我们先去看看阿姨。苏佳佳平复了一下心情，笑道：“好，我们一起过去吧。”见苏雨和苏佳佳进门，李念秋的母亲柳香亲切地迎接了上来。你们就是念秋的同学吧？家里也没有啥吃的，我给你们煎个鸡蛋。苏雨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中年妇女，现在她应该已经确诊了癌症，每日都在承受病痛的折磨。苏雨将带来的牛奶和水果都放在地上。阿姨您好，我叫苏雨。苏佳佳从苏雨身后探出了半个脑袋。阿姨，我是苏佳佳。然后李念秋走上前和母亲介绍起来，刚刚的经过还有辅导的事情。阿姨，这边离学校也是比较远的，而且环境也不好。我在江城高中对面有一套房子，平时也空置在那里，想着直接让学姐住过去，省下来的通行时间给我妹妹补习。苏佳佳知道苏雨是想给念秋学姐更好的学习条件，开口附和道：“阿姨绝对不会耽误念秋学姐的时间的，而且给我补习，还能同时让念秋学姐巩固高一高二的知识。”柳香一时间有些异动，但目光又看向了苏雨，她担心苏雨是坏人，想将她女儿骗出去同居。苏雨注意到柳香的表情，知道对方已经犹豫了，开口说道：“阿姨，其实想要麻烦你的事情是，想请你搬过去和念秋学姐一起住，在我妹妹补习的时候，也希望你们照顾一下她。”李念秋震惊地看向苏雨，一路上他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虽然他也很想和妈妈一起住上新房子，但他已经收到了苏雨太多的好意，不能再厚颜无耻地继续占苏雨便宜。苏雨，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不能一直占你们的便宜。哪里占便宜了？房租当然要从你的家教费里面扣。我听你说阿姨最近也在家休息，我那边还有个医院，缺个收发快递的文员，阿姨也可以在那边工作，万一不舒服了，在医院里面也方便。柳香深深地看了苏雨一眼，她的顾虑已经完全被打消了。有自己在女儿身边，苏雨也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了，阿姨再拒绝就有点不知好歹了。行，那阿姨你们先收拾一下，明天我安排人过来帮你们搬家，我这边还有事，就先不打扰了。那我送送你。你怎么不告诉我想要让我们搬到江城高中的事情？我要是告诉你，你会让我来见阿姨吗？一路无话，很快就走到了巷子的尽头。李念秋鼓足勇气，突然上前一步，用力地抱住了苏雨，害羞地低声说道：“谢谢。”苏雨将李念秋抱紧，一股桃花般沁人心脾的芳香扑面而来。学姐，我现在心好痛啊！怎么了？是我太用力了吗？我一想到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却要便宜苏佳佳，我就感觉心好痛。李念秋脸色一红，在他耳边轻声说道：“那等有空的时候，我单独穿给你看。”驾车前往医院的路上，苏雨一想起先前那个拥抱，胸口上传来柔软的触感，她的嘴角比 AK 还要难压。接下来只要维持和李念秋的关系，再将他母亲的病治好，等他毕业之后，直接把他挖来苏氏集团，节。他瞥了苏佳佳一眼，这个小妮子肯定不知道自己已经把她的左膀右臂给卸了一个。半小时后，两人终于来到了江城市中医院的门口。江城市中医院由本部和华佗馆组成，华佗馆的医生大多都是从本部退休的老中医中筛选最优秀的一部分人返聘回来。华佗馆虽然也对外开放，但光是挂号费就至少需要10万。下车后，苏雨直接拉着苏佳佳的手腕带她前往华佗馆。她的顶级医疗能力已经知道林清义了，只需要去医馆抓点药调养一下就行。她也顺便去提醒一下苏孝全，在给病人扎针的时候，注意查看病人内脏方面是否有损伤。苏孝全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这个病人的情况复杂，体内存在异物，这才导致他刑侦出现了偏差。我爹现在昏迷了，赶快给我爹治病。几名老中医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光看王战和王虎两人的着装就猜测出他们的来头不小。孝玄啊，这个病人你先来看看能不能治。苏孝全点了点头。这么年轻的小丫头片子能看得懂吗？老爷子这毛病已经发病很多次了，我们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苏孝全最讨厌就是用性别和年龄修饰别人，他瞪了王虎一眼，冷声道：“我现在正在给病人把脉，请保持安静。”把完脉之后，他冷着脸对谢虎说道：“这个病扎上几针熬人就可以醒了，不过想要痊愈，需要多来几趟。”不好意思，小姑娘，刚刚是我小瞧你了，麻烦你给老爷子施针吧。正当苏孝全给银针消毒的时候，一名中年女人跑了过来：“大哥，咱爸现在怎么样了？”女人名叫王军，是王战的女儿。
也是江城中首屈一指的珠宝商。爸已经陷入昏迷了，情况十分危险。现在医生正打算给他施针。看到医生这么年轻，王军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么年轻的小丫头片子，靠谱吗？他随即让开半个身位，将身后的一个年轻男子让了出来。大哥，我刚刚从江城市第一人民医院那边过来，碰到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我看他就扎了3针，把医院治了好几年都没有起色的病人给治好了。听到咱爸又犯病了，我就赶紧把他请了过来。反正爸这边也还没行针，不如还是交给这个小伙子吧。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年。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了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贾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听我，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你好，我叫周齐天，刚刚玉晶姐谬赞了，我不过是激发了病人体内沉积的药性而已，哪怕没有我，病人迟早也能恢复。王虎点了点头，对周齐天谦逊的样子十分满意。他目光又有些犹豫地看向了苏孝玄，然而他还没开口，一众老中医纷纷站出来谴责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带这个小伙子过来踢馆的吗？我们都说能治了，你们现在要是还怀疑医生是在怀疑我们中医院吗？小伙子，你师从何处？又学医了多少年？我看你毛都没长齐，懂个锤子的中医。”哼。既然你们不信任我，那也就算了。这个诊疗室可以借给你们，但我不会再出手。看着百灵张的苏孝玄，周齐天眼前瞬间一亮，快点做决定，病人的病情不容拖延。王虎看了看苏孝玄，又看了看周齐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就让他们先看病吧，毕竟都已经送到他们的医馆了，万一看不好了，我可以再给病人把个脉。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正当他专心致志准备施针之时，苏雨闯进来了诊疗室，再一次被打断的苏孝玄瞬间瞪向门口方向。看到苏雨站在门口，他皱眉不悦道：“你过来干嘛？”在原书当中，苏孝玄并不喜欢不学无术还成天惹是生非的原主。没看到我在给病人治病吗？你这样闯进来，要是导致我扎错了穴位，你知道会有多危险吗？来我们华佗馆看病的病人非富即贵，并不是你每一次惹祸，我们苏氏集团都必须得给你买单，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原主尝到现在10几年败掉的钱，都没你这一针扎下去赔得多。不好意思啊，三姐，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我只是看老人身上的伤口众多，怀疑内脏方面可能会有损伤，体内或许还会留下弹片之类的东西，要不还是先带老人去拍个片吧。周围的老中医自是认得苏雨的身份，但听到他要用西医的检测设备，皆是皱起了眉头。小少爷，咱们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就已经足够把握病人的病情了，借助那些仪器设备，反倒会干扰到我们的判断。行了，你就闭嘴，待在旁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病人的病情拖不起，要是因为你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告诉爸妈把你赶出去。苏雨对着苏孝玄竖起大拇指，走到一旁不再说话。就算是泥人也有3分气性，更何况他还不是泥面。反正苏孝玄和这些老顽固一个个的都数不同，就得先给他们点口头吃才行，这叫尊重他人命运。若不是这次差点给王战扎死了，最后为了息事宁人赔了上百亿，我恨不得现在就离开医院直接回家。随即苏孝玄开始给王战施针。苏雨看到周齐天色眯眯地打量着苏孝玄，苏雨直接拉着苏佳佳挡在了周齐天面前。周齐天皱了皱眉，脸上浮现出一丝愠怒之色，但看到苏佳佳的颜值似乎更胜一筹，目光便开始打量着苏佳佳的背部。我累个骚刚，这人是色中恶鬼吗？这么饥渴吗？此时施针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王战的手和脚都已经抖动了2下。林孝玄满头大汗，拿出最后一根银针，最后一个穴位在胸腔正中，只要扎进去，病人也将完全苏醒。他对准穴位，将银针缓缓地扎了进去。突然他感觉银针刺入穴位的手感有些不对，里面似乎被硬物挡住了。还没等他继续思考，王战直接吐出了一大口鲜血。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说能治好的吗？我不知道啊，我扎的穴位没有错才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懂什么是针灸？你拿我爸来给你练手似的。你们苏家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吗？要是我爸今天死了，我要你们苏家一起陪葬。你们谁赶紧过来看！老中医们此时面面相觑，谁都不敢上前一步。若王战现在就死，此次医疗事故就是苏孝玄一个人的责任，可一旦他们接手，那他们也需要承担一半的责任。你们这群庸医是想眼睁睁的看着我爹死在这里吗？老爷子为大夏成立创下赫赫战功，居然就要被你们这群庸医给害死。要是我爹死在这里，不只是你们医院，还有你们苏家都准备陪葬。你们这些狗屁富豪家族就喜欢用这些职业经历给女儿镀金，这样好攀附更有钱的人。你镀金就镀金，
你干嘛非得害死我爸？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按照原剧情，接下来周启天会站出来解围，但是他留有后手，让王战落下了双腿残疾的后遗症。之后，他便以给谢战治病的理由，频繁出入谢家，与谢家交好。苏孝玄也因为周启天的解围，对他心生好感。这次确实是一次医疗事故，求求你再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苏孝玄牙一咬，做事就要直接跪在地上。正在此时，周启天立马说道：“其实刚刚他的刑侦没有问题，可能是病人的体质特殊，容我先把个脉看一下。”苏孝玄感激地看向周启天，没想到出事之后，唯有周启天肯为他说话。周启天把了一下王战的脉搏，皱了皱眉说道：“老人因为刚刚的事故，虽然能够苏醒过来，但只怕会落下双腿残疾的后果。”听到还有救，王军和王虎目光看向了周启天，连忙恳求道：“求求你赶紧救救我吧！只要能救活老爷子，双腿残疾也没有关系。”点了点头，目光看向江城市中医院的老中医，不屑地嘲讽道：“要再给你们这群老东西一个问诊的机会吗？像你们一辈子浸淫在医学里的老中医，一定能轻松解决这种状况吧？”老中医们面面相觑，现在哪怕他们有80%的把握治疗王战，他们也不敢上去把脉，生怕弄得自己晚节不保，还得承担此次医疗事故的责任。小子未曾拜过名师，不过就是自己瞎琢磨了几年。你们学医多年，师承名门，医术也就这，真是一大把年纪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注意到苏孝玄的视线，周启天目光瞥了过来，还对他挑了挑眉，乖嘴邪魅一笑：“都要给人治疗残疾了，你居然还有脸开嘲讽呢？”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面对豪门真千金的强势回归，我非但不担心他夺走我的一切，反而还对他呵护有加。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即使知道女儿才是亲生骨肉，可还是把所有亲情给原主。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她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听他。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你这脸皮不做垃圾袋可惜了，真的是比什么东西都能装。周启天看着苏雨如此年轻，更是不屑一顾。既然你不服，那就交给你来治。不过我提醒你，老人的脉搏已经十分微弱，可受不住你继续拖延时间。知道老人要死了，你刚刚还逼逼叨叨的，是想等老人死了以后，你再倒打一耙，说我们耽误你的治疗了吗？原来你还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啊！你才是个骗子！我亲眼看到他治病救人，难道还能有假？你赶紧给我滚，给周神医腾开位置！你们这是黑店，自己治不好也不给别人治。你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从来都没有学过医，你怎么可能知道怎么给病人看病？归根结底，你都不是爸妈的亲儿子，败家子！你现在赶紧给我滚！三姐，我这么多年败掉的钱，都没你这一次多爱。他目光看向王战的胸口位置，伸手为拳，一拳轻轻的敲击在王战的心脏位置。小子，你找死！不准你打我哥！滚开！老子不打女人，我爹都快死了，刚刚这个混蛋居然还敢打他！周启天拱火道：“我还想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心思恶毒的弟弟？原来是从外面领养回来的杂种，看来他应该是知道自己再也拿不到钱了，所以才想要毁了你们苏家。”苏孝玄看向苏玉，愤怒的说道：“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有些顽劣不堪，没想到杀人这种事情你居然都能做出来。等我回去就让爸妈把你赶出苏家。妹妹，你快过来，不要和他一起犯错。”苏佳佳此时反驳道：“你不要叫我妹妹，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要是哥走了，那我也和他一起走。一个杂种，一个野丫头，你们2个离开了苏家也好。”苏雨揉了揉仿佛小狮子一般的脑袋，这个小妮子果然没有白疼。刚刚那种情况下，周围的人并不会给我慢慢治疗王战的机会，唯有兵行险招，直接下猛药，让他们看到治疗效果，方才会闭嘴。他目光一冷，瞪了苏孝玄一眼，嘲讽道：“别搁这儿巴巴了，小嘴儿跟淬了毒一样，企图用歇斯底里去掩盖自己的错误，你就别做梦了。就算我一拳把这个老头子给弄死了，也别忘了是你先给他扎的针。苏氏集团要是倒闭了，那也都是你害的。”他又瞥了杀气腾腾的谢虎一眼。你确定不需要我插手给老头子治疗是吧？你懂个屁的治疗！老爷子要是死了，我今天就要你赔葬。那看来是不用我动手了，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正当气氛开始陷入沉闷之时，王军突然大声喊道：“大哥，你看咱爸是不是已经不冒险了？”刚刚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苏雨身上，此刻方才惊奇的发现，王战不仅已经不再滋滋冒血，甚至面色也都红润了一分。苏孝玄诧异的看向王战，想要再给他把一下脉，然而还没上前，王军的目光就瞪了过来：“小神医，帮忙看看老爷子是不是病情好转了？”周启天搭了一下，发现王战的脉搏确实比刚才要强悍了一点。他诧异的看向了苏雨，犹豫再三，还是轻轻点了点头。听到老人病情好转，王虎来到苏雨身前，尴尬的挠了挠头，道歉道：“抱歉，小兄弟，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要是想要给老爷子治疗，你提前跟我说就好了，咱们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不是？”苏雨不由得冷笑了一声：“我疯了呀！我想给他治疗，你们忘了刚刚是怎么对我的？再次声明啊，你没有误会我，我刚刚就是想看看老爷子身体是否硬朗。反正你们带过来的庸医也可以给老头治病，大不了就在床上躺着呗。你们又不是请不起护工。”听到苏雨的话，周启天恶狠狠地瞪了苏雨一眼：“小兄弟，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完全治愈老爷子是吗？”苏雨冷哼一声，没有回答。刚刚又一不小心把你的头发给弄乱了，这里没有梳子，那我们就先回家吧。
小兄弟，刚刚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出手救救我爹！只要我爹能被治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条件。苏雨思索了片刻，一脸笑意的看向苏佳佳说道：“那妹妹就由你来决定吧。”苏佳佳深思了一会，说道：“虽然他们刚刚对我们不好，但是他们真的很爱他们的爸爸。哥，我们帮帮他们好不好？”苏雨看向苏孝全说道：“让你死个明白，过来给病人把脉。”他目光有些犹豫的看向了王虎和王军两人。小兄弟都让你赶紧去把脉，你还愣着干什么？你看看你弟弟的格局，你刚刚那么辱骂他，却还想着给你传授医术。有这样的弟弟，你居然不懂得珍惜，还想着把他赶出家门。要是你们苏家不要，我们王家可以领养过来。多谢君一台，爸妈对我很好，还有这么可爱的妹妹，只要他们不赶我走，我也不会离开苏家。正在把脉的苏孝全瞬间恍然大悟，在刚刚下针那个位置有一个很小的印。回想苏雨说过的话和刚刚自己对苏雨的呵斥，他此刻脸颊臊得通红。那个，刚刚对不起。苏雨没有理会他的道歉，默默地开始治疗。见王战醒来，王虎立即跪在身前：“爸，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爸，你这身体到底是什么病啊？刚刚听大哥说你昏迷了，我差点都吓死了。王战虽然虚弱，但一双眼睛不露自威，对着王虎呵斥道：“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回去之后给我负重30公里。”突然他感觉有些不对劲，眉头微蹙，看向了自己的双腿：“我脚怎么使不上劲？感觉跟瘫痪了一样，估计回家吃些肉就有力气了。”你不是说可以将老爷子全部治好吗？苏雨目光却看向了周启天：“小庸医，前面的昏迷你都能治，就这么一个给腿部放的淤血，疏通一下经络你治不了吗？”周启天此时恍然大悟，双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他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刚刚治疗的时候苏雨一直问他该怎么施针了。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小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是，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前面的事真是我的方案，若是我现在说能治，岂不是说明我有全套的治疗方案？那刚刚说老人最后会落下残疾，岂不是将我想要挟恩图报、贪腐王家的意图给暴露了出来？小子无门无派，不过就是自己琢磨了几年，一些病症暂时没有研究。苏雨看他吃瘪的样子，心中狂喜。小兄弟，还得劳烦你多费心。不麻烦，剩下的不过就是些小毛病，都是中医的基本功。君姨，以后马路牙子上的神医可不能随便相信，骗钱也就算了，耽误治疗这可是要害人性命的。刚刚他犯下的错，就交给他来弥补吧。苏孝全诧异的看了苏雨一眼，没想到苏雨居然愿意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看到苏雨这样说，王虎、王军也不好阻拦。大爷，这我得和你讲讲理了。明明你们自己隐瞒病例导致的医疗事故，你儿子还威胁说要我们整个苏家陪葬。我们苏家好歹给江城提供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我们苏家倒了，要这上百万人都喝西北风去吗？王战转头看向王虎，怒骂：“好你个小兔崽子，3天不打已是上房揭瓦了，居然还敢威胁别人了！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苏雨此时立马提醒道：“大爷，您也是军人之家，绝不能娇惯孩子，让孩子养成这种仗势欺人的毛病。记得用牛皮制的皮带，牛皮的韧性好。大爷，我再给您开一个碘伏，皮带上面抹点碘伏，边打边消毒。万一给咱孩子打坏了，你送过来，我们保证照顾好。”王虎此时愣住，没想到苏雨这么忌口。此时王军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了2张支票，他看向周启天致谢道：“小神医，辛苦你陪我到中医院了，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你能收下。”看着支票上仅有的10万元，周启天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随即立刻恢复了原状。君姐，本来我也没给老爷子治疗，怎么好意思收你的报酬呢？王军一直在观察着周启天的表情，周启天的小动作自然也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他在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丝不悦，但脸上还是笑了。这也不能让你白白陪我跑一趟。周启天还想说2句拉近一下和王家的关系，然而王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转身就来到苏雨面前。凭他们说你叫苏雨，阿姨托大，就叫你一声小雨。刚刚大哥确实有些冲动，阿姨在这里替他给你道个歉，谢谢你救了我爸，这里是1000万，请你收下。说完，他也观察起了苏雨的表情和神情。这怎么好意思呢？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的身体很诚实的朝着1000万抓了过去。支票拿到手之后，他还在苏佳佳面前晃了晃，一脸骄傲道：“赚到了1000万，你看个牛逼不？”苏雨像是想起了什么，来到王军面前，将1000万递了回去。君姨，帮我换成2张500万的。王军愣了一下，但还是拿出支票本给他开了2张500万的支票。苏雨接过支票，拿起1张塞进苏佳佳的手里，他揉了揉苏佳佳的小脑袋。这样你也是个小富婆了。看着苏雨的模样，王军不由得轻笑，孩子还是得要有点孩子的模样才好。他心想，明明和苏
苏雨差不多的年纪，却管自己叫姐，对比苏雨不做作的喊阿姨，周齐天显得有些过于世俗和老成了。苏雨没有理会这些，看了看王战，犹豫道：“大爷，要不我给您把胸口上的弹片取出来吧，不然这钱我拿着不好意思。”王普和王军听到这话，神色皆是一惊。你真的能帮我爹把胸口的弹片取出来？我现在可是有顶级医疗技能，但是还是不要过于浮夸，过于引人注目，得演出戏。只是老爷子你那几个位置比较凶险，需要你签署下免责协议。经过苏雨的解释，王战也是痛快的答应了下来。罢了罢了，老头子也是认命了。哎，听说你不是苏家的亲儿子。听到王战的话，苏佳佳躲在了苏雨身后，在家里现在就只有苏雨一个人愿意对她好。要是苏雨离开了，那她又要回归到当初那种暗淡无光的日子。老头子，你可别想挑拨离间啊！我爸妈对我可好了，你看我的家人都也舍不得我，怕你给我拐走。听到苏雨说他是家人，苏佳佳面色微红。王战撇了撇嘴，要是他们家人间关系不好，倒也能插上一嘴，但关系和睦，他可做不出来拆散别人家庭的事情。不过王爷爷，我倒有一个主意，反正我爷爷也已经过世了，你不如收我爸为干儿子，收一个送七个，个个都像我这么可爱，你看怎么样？王家的家教森严，断不可能进入王家，进入王家那暴富还有什么意义？王战听到苏雨喊他爷爷，心中还有些小窃喜，可听见苏雨之后的话，他的脸色瞬间就耷拉了下来。这帮自己爹找个爹的操作也没少。王爷爷，我爷爷当初就是一个兵，我爹这辈子最敬佩的也是军人，更何况还是像你这样有着赫赫战功的传奇。小雨，你就别为难王爷爷了。不过小雨说的没错，我父亲这辈子最敬佩的就是军人。如果有这个流系的话，希望能邀请你们到家中享座。那就等老头子我病好了之后叨扰了。苏雨轻叹了一口气，不免觉得有些可惜。原书当中，苏氏集团破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强硬的靠山。周齐天签上王家的线之后，以王家的关系入股了苏家家的公司，苏家家疯狂对苏氏集团进行蚕食，最终落到破产的结局。想到这，苏雨感觉计划泡汤不悦道：“行吧，那老头，你先做好手术的准备，再录个视频，免得你们到时候不认账，还来找我的麻烦。”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三天两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二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是，既然你们都不处理，那我来处理。这辈子吃了太多的苦了，好不容易才看到祖国强大繁荣的一天。老爷子还需住院观察几天，这几天有空我还会再来的。这场手术给我累得不行，现在得饱餐一顿去了。你们也早点去吃饭吧。肚子饿了吗？都听哥哥的。走了，哥带你去吃个饭，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此时苏孝贤羞红着脸走了过来，他知道苏雨会大概率拒绝他，毕竟做出那样的事情。我可以一起去吗？我请你们吃大餐。苏医生，我不过是个杂种，不配和你这样的大小姐一起。佳佳，我们走，以后就得要好好吃饭。你正在发育的时候，不好好吃饭，看我不打你屁股。今天带你吃一顿放纵餐。丁。改变书中原有剧情，治愈好王战的伤病，奖励顶级音乐天赋。应该是老爷子行了，难道改变其他人的剧情也能得到奖励吗？毕竟原主有钱才是他最大的闪光点，至于其他的都只是加分项。身为江城顶级富二代，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无需学习什么技能去讨好别人，从来都只有别人讨好他的份。现在开始，我要猥琐发育，解决掉所有隐患，谁也不能毁了我的暴富生活。他拉着苏佳佳的手腕就来到医院烧烤。这烧烤就得在马路牙子上，吹着夜风，偶尔再吸上2口汽车尾气才够味。若是来上一杯82年冰镇的快乐水，一天的烦恼和焦躁瞬间就能全部消散。吃完烧烤，带着苏佳佳来到一个广场散步。此时苏佳佳的目光盯着一位年轻人，他坐在地上弹唱着歌曲，他前面还挂着一块木牌，写着点歌10元一首。我操，想起来了，原故事当中周齐天也会各种乐器，造诣还不低。不知道这个小妮子喜欢男主的契机到底是什么？怎么喜欢？没有，我只是觉得，要是哥哥会弹吉他的话，一定会很帅。正好刚刚得到了顶级音乐技能，不过就是弹个吉他而已，哄自己妹妹开心，不寒碜。兄弟，10块钱，吉他借我弹一首歌，怎么样？年轻小哥看了眼苏雨的手，你会弹吗？没有金刚钻，我就不揽瓷器活了，不然在这么漂亮的妹妹面前出糗，我高大帅的形象可就毁了。妹妹，帮我录个视频。他给自己戴上小哥给的面具，在吉他上轻轻拨弄了2下，一阵悠扬的旋律飘荡在空中。他看着手机背后的苏佳佳笑道：“一首原创歌曲《江城》，送给我亲爱的妹妹。”
一起唱完，周围早已经聚集起来了。一些女孩怯生生地来到苏雨身边，询问道：“哥哥，能加你的联系方式吗？”苏雨眉头一挑，他算是知道为什么有钱人都爱用才华去征服一个人和用钱砸，感觉上是不一样的。不过他摇了摇头，伸手轻轻地拉了拉苏佳佳的手。他的朋友圈里面全是豪车豪宅的奢靡生活，要是让他们看到，只怕喜欢就要变得不纯粹了。女孩们虽然被拒绝，但是心情反而更加激动。哇，不止唱歌好听，还特别深情呢。爱了，哥哥真的超级帅。你们以前有听到过这首歌吗？没有哎，好像说这是他原创的歌曲。苏佳佳此时脸色红润的要滴出水来，目光灼灼的看着被苏雨盖着。虽然知道苏雨这是拿他来拒绝别人，但是他感觉心里不知为何痒痒，但实在架不住周围人的热情，他只好抓着苏佳佳的手仓皇逃走。苏佳佳目光却紧紧落在苏雨的背影上，仿佛跟着他就能逃离这个喧嚣的世界。苏佳佳刹车不停，直接撞了苏雨一个满怀，真是冒冒失失的。回家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0点。虽然原主经常在夜店里面彻夜不归，但是他也想到和爸妈在一起，超过晚上9点回家都小心翼翼。小雨，你回来了。潜入失败，苏雨低下了头，仿佛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走进了客厅。爸妈，你们还没睡呢。苏佳佳抓着苏雨的衣服，小声说道：“爸妈。”赵思迪看到苏佳佳的表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天天的不知道学习，整天就知道在外面疯玩，跟个野丫头一样，回到家就连打个招呼都不会，一点教养都没有。小雨，今天在外面玩的累不累啊？我让王神给你热杯牛奶，喝了牛奶今晚也好入睡一点。小雨，今天你在江城广场遭遇的事情，我听刘同才说了。江城广场面向社会上所有的人，绝对不能容许歧视顾客的员工存在。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好，不愧是我苏建国的儿子。你看看你哥，出去玩都知道帮家里处理基层管理上的疏漏，再看看你，除了疯玩，什么都不知道。苏雨愧疚地牵住了苏佳佳的手，苏佳佳此时正垂着头，仿佛一天的好心情都在刚刚消散。先上去洗澡吧，晚上早点睡，明天我送你去学校。如果我没起床的话，记得叫我一下。听到苏雨愿意送他去上学，苏佳佳兴奋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回到房间，苏雨将身上的烧烤味给洗干净之后，便又来到了客厅。小雨，怎么还不睡？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特意找老中医学了点按摩手法。这几天我昏迷了，妈妈照顾我很辛苦，爸爸一直以来工作也很辛苦，我就想给你们按摩放松一下。原故事中，苏建国和赵思迪一直偏袒原主，哪怕苏氏集团倒闭，他们也在担心原主日后该怎么生活。我不能像原主那般没良心，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2人的付出，却不给2人一点好脸色。至少父母在家的时候，我想要做好一个全职儿子应该做的事情。赵思迪和苏建国诧异地对视了一眼，小心翼翼地询问道：“你今天该不会是惹了什么大麻烦吧？”对天发誓，没有惹一点麻烦。2人轻叹了一口气，估计苏雨又是惹了什么麻烦，只是不好意思开口。不过他们毕竟是苏雨的爸妈，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会永远支持他。那先帮妈妈按吧。老公，小雨的手艺真的超级棒，比我做过的任何按摩都要舒服很多。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处理，那我来处理。苏建国心想他还没有开口，看来今天惹的麻烦不小，不是自己亲自出马还解决不了。啊，你的肩膀很硬，最近工作应该很累吧？公司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小雨，你就说你想要爸干什么吧，不然我这心一直悬着也放不下来。真没什么事儿，只是吧，我感觉家里有爸爸当家做主真的是太好了。小雨终于长大了，可惜爷爷不在了，爸爸没有爸爸了，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的感觉。世上只有爸爸好，没爸的孩子像根草。爷爷在天之灵看到你这么懂事，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被苏雨这么一说，他此刻也开始怀念起他的父亲。为了让爸爸重新体会到父爱，体会到我的感受，所以我特意给爸爸找了个干爹。痛，妈，你刚刚怎么不拦着点爸爸呀？谁让你这么调皮的，居然倒反天罡，想给爸爸找个爸爸？我这便宜爷爷可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保证做到老爸喜欢，而且还能让我们苏氏集团更上一个台阶。嘿，我就一个爹，怎么可能认别人当干爹？爸，你说的，你可别后悔。等你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看不上他。你把你爸想的太没有骨气了，怎么可能上赶着让别人来当我爹？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那你到时候别求我给你说情。赵思迪倒是被苏雨勾起了兴趣。小雨，你那个干爷爷是干什么的啊？妈，你也赶紧回屋睡觉吧。3天后，等老人家出院了，我把他领到家里来转转。现在告诉你了，到时候我还怎么看老爸出糗？那到时候你可得把握好度，要是人太差的话，妈可拦不住你吧。刚准备躺床上，房间大门又被轻轻敲响。是谁呀？是我哥哥。听到是苏佳佳的声音，苏雨才放心下来，还以为是苏建国气不过，还要过来再教训一顿。进来吧，佳佳。他脸色羞红，慢慢走了进来。
突然伸手抱住了苏雨。哥哥，谢谢，晚安。说完，他立即逃回了自己的房间。苏雨挠了挠头，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这小妮子这么可爱，真不知道原主的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躺在巨大柔软的床上，苏雨掏出手机，将晚上录制的视频稍微剪辑一下，便发布到豆快币平台的社交账号上，便睡觉了。他不知道，晚上的豆快币平台上，他唱歌的片段早就已经传疯了，所有人都在重金悬赏想要唱歌的完整片。随着他一条视频的发布，账号的粉丝量瞬间就冲上了50万。这就是那个小姐姐录制的视频吗？这个男友视角也太绝了，小哥哥好帅，居然还戴个面具。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耳朵都要怀孕了。小哥哥，我36D，能和你一起在江城的街头走一走吗？与此同时，大夏的医学研究院里，10几名医生正在反复观察着一段视频，那是从手术室的监控中调取的。苏雨为王战进行手术的全部流程。奇迹，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他这个手法也太精妙了，哪怕再给我10年，我也练不出来。既然他能取出王将军身上的弹片，其他几位将军的病是不是也可以医治？你当他是神仙啊？其他老将军全靠中药调养吊着命能。可是我听说这个主刀医生现在也才17岁，他有个姐姐在中医院上班，正好知道他的情况。多傻，17岁。次日清晨，苏雨被一阵轻微的敲门声给吵醒。哥哥，早上好。好，我去收拾一下，就一起去。法拉利很快就开到了江城高中的门口，保安小哥震惊地看着苏雨，以往这个苏雨可都是临近午休的时候才来到学校。雨哥，刚刚送你来班级的是你女朋友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陪女朋友来上学，怪不得今天来的这么早。苏雨疑惑地抬起头，看着眼前有些胖的同学，思索关于他的剧情。胖子名叫程元，在原故事当中，他是少数原主落魄后依然选择帮助原主的人。不过程元的家境并不富裕，帮助原主的时候，原主一直认为他是在羞辱自己，还对他冷眼相待，偶尔甚至拳脚相加。胖子，那是我的亲妹妹，你可别对她有什么想法，不然别怪我斩草除根。宇哥，还以为你终于对梁婉婉死心了呢。提到梁婉婉的名字，苏雨突然想起来，原主之所以要每天来上学，就是为了借梁婉婉一面。他早上起不来，还给了程元一笔钱，让程元帮忙每天给梁婉婉带早餐。这1年多以来，原主给梁婉婉送的东西，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50多万。原主是舔狗，但我又没有什么大病，辛辛苦苦当儿子赚的钱，凭什么还得给人当孙子花出去？胖子，我在你这里还有多少钱？宇哥，这是剩下所有的钱了。苏雨皱了皱眉，将钱清点了一下，大约还剩下2000左右。我不是学期初给了你3万吗？怎么才过了半个学期，就买个早餐花了2万多？他每天早上吃牛啊！宇哥，你真不喜欢梁婉婉了？我喜欢他奶奶个锤子！老子妹妹早上都没吃饱呢，她还吃的倒还挺好。说完，他起身就朝着楼上走了过去。此时距离早自习还有10分钟，大多学生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背着书。苏佳佳身边坐着一个女孩，正把馒头递给她。原来你平时早餐就吃这个呀？哥哥，你怎么过来了？他看了眼身旁的女孩，介绍道：哥哥，他是江山。江山疑惑地看向了苏佳佳，他完全不知道苏佳佳还有哥哥。这是你们的营养早餐，你们早点吃完，不要影响别人学习。苏雨将从胖子手上拿到的2000块零钱塞给了苏佳佳，这是给你的零花钱，给你的卡不想用的话，就先用这些吧。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什么？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中午我要去帮念秋学姐搬家，就不陪你吃午饭了。对了，今天中午请你朋友吃点好的，不要怕花钱。要是太小气的话，别怪我晚上惩罚你了。知道了。说完，苏雨转身又返回自己的教室。程元，不是让你带早餐吗？你是想把我们给饿死吗？交代你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信不信到时候我们和苏雨说一声，让他跟你绝交？苏雨站在教室门口，用力呵斥道：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呀？整栋楼走过来，就你们班最吵，你们他妈的能不能有点羞耻心？脸都不要了。见教室安静了下来，苏雨回到了座位上。上午起得太早，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哈欠。所有的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苏雨是来学校补觉了，所以才不允许他们过于吵闹。喂，苏雨，你到底管不管？你交代给程元的任务，让他每天给我们带早餐，他居然今天早上没有带，他这是想饿死我们吗？要是婉婉没有吃饱，早上课走神了怎么办？女生名叫张诗婷，是梁婉婉的闺蜜，平日里仗着和梁婉婉的关系，向苏雨索取了不少好处。她看向程元，命令道：趁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你赶紧去学校外面给我们买一份早餐，我们就让学校外面那家饭团好了，来2份全家福。程元瞥了苏雨一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起身就要朝着教室门口的方向走去。苏雨摇了摇头，对着张诗婷质问道：我怎么记得我就只说
说给梁婉婉买早餐的，你多大的脸啊？怎么还想着白嫖呢？你要是吃不起饭，跪下给我磕2个头，兴许我大发慈悲，也赏你2口饭吃。被噎了一句，张诗婷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她狡辩道：婉婉为了保持身材，胃口都很小，我只是不想浪费，所以才帮她把剩下来的都给吃了。原来你就一个吃别人剩菜剩饭的破落户啊！程源是我哥吗？你算是什么东西？刚刚在狗叫什么？你是真当我苏雨没有脾气不成？被苏雨这么一呵斥，张诗婷原本通红的脸此刻恶狠狠地咬牙威胁道：苏雨，你以后别想我帮你向婉婉传话。苏雨不屑地嗤笑一声，若是原主或许还会在意，但他只想将属于自己的一切给要死，毕竟那是50万呢。若是按照前世自己的工资，10年都不一定能够存下来。原本置身事外的梁婉婉皱眉不悦。苏雨，张诗婷可是我闺蜜，你这样对待我闺蜜，我怎么相信你以后会对我好？我看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联系了。亏我还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等到毕业后可以试着交往看看。注意到苏雨目光在打量着自己的胸部，梁婉婉不由厌恶地护住胸，向后退了2步。苏雨，我跟你说话呢，你听没听见？你赶紧给我闺蜜道歉，再买点小礼物赔偿一下她，不然我这1个星期都不理你了。看着面前的梁婉婉，苏雨一巴掌就甩在了自己的脸上。若不是我拥有顶级的医疗能力，我都想去医院看看脑子里面有没有长一个瘤子。这一巴掌也太响了吧！苏雨道歉这么诚心的吗？苏氏集团小少爷自扇巴掌进行道歉，梁婉婉魅力也太大了一点吧。程源看向苏雨，原本以为苏雨已经清醒过来，没想到他依旧还是那个恋爱脑。宇哥，大不了就是第1节课迟到，我现在就把那家的饭团买过来。你就在这别动，原主会践踏2人之间的友情，但他可不会。我现在都在想，要不带着你报复一场，万一日后出现了什么意外，我也能有个隐藏的金库。他转眸又看了梁婉婉一眼，想起这1年多来给他花的钱，看着他仿佛就是一个行走的50万。苏雨故作深情道：梁婉婉，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可是你一直都没有给我丝毫的答复。我现在已经不想要再等了，我怕你高考之后就会离我而去。我想先和你订个婚，等到我们成年之后就结婚。听到苏雨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惊异的看了过来。苏雨和梁婉婉2人不过都是高2的年纪，居然都已经开始谈婚论嫁。梁婉婉脸色瞬间开始发白，轻叹了一口气，语气失望道：苏雨，虽然我们年龄差距不大，但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做哥哥来看待。在我们这个时候，最关键的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怎么能够早恋呢？你这样让我对你感到很失望。苏雨在他们议论的时候突然翻脸道：梁婉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学期出给了程源3万，现在才过了1个多月，你居然就花的只剩下2000。这1年多以来，我零零散散的给你花了40-50万，给你买了那么多的衣服和包包，你居然告诉我你只是把我当哥哥。苏雨突然又话锋一转：你不会就是那捞女吧？一直保持不亲密又不疏离的态度，一直吊着我就为了要钱。我这学期为了学习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和平板电脑而已，我又不像你们苏家这么有钱，我只是想靠好好学习，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有错吗？至于你说的其他东西，明明我都说不要的，是你非要送给我的。婉婉是为了学习，你们苏家反正也不差这么一点钱，瞅瞅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子，原来你花钱就是为了和梁婉婉结婚。他接受你的钱，并不代表接受你的交往。苏雨，你没看到婉婉现在这么难过吗？听说最近菠萝推出了最新款的手机，你给我和婉婉都买一部，我或许还能给你说上2句好话。苏雨被尬住了，这都开始吵架了，这人居然还想着找自己要好处，搞笑呢。不过想想曾经给梁婉婉花费的50万，他咬了咬牙，装作赌气的模样说道：我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么多的包包和衣服，那些包包和衣服是我给女朋友买的，既然你不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那你把东西全部都给我。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假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同意，那我来主。梁婉婉一直关注着苏雨的神态，看到苏雨强壮镇定的模样，她在心里不由得冷笑一声，随即她换上了一副悲痛的神情。既然你不想要当我哥哥，那我这1年多以来收下来的礼物全部还给你便是。听到梁婉婉的话，苏雨心中暗喜，这不就将钱赚回来了吗？不过此刻她情绪交织。梁婉婉，你当真要如此吗？那些被你用过的东西已经一文不值了。梁婉婉心中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她从苏雨的神态和言语中知道苏雨对她的不舍，现在付出的代价越多，等到日后苏雨反悔的时候，她能够得到的东西也会越多。她神色哀伤道：苏雨，我以为你一直会呵护我、爱护我的，没想到你和别的富家子弟一样，都不过是想要我这个人而已。既然这样，我把你送给我的东西全部还给你，1年的时间，礼物我按8折的价格进行折算，缺的部分我给你写一张欠条。我梁婉婉虽然不富裕，但也绝对不会因为钱和你在一起。听到梁婉婉的话，
所有同学看向苏雨的目光皆是充满了鄙视。你不过就是出身比我们好一点，等到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迟早超过你。你为钱就能让我们屈服吗？钱不是万能的。交往期间给女孩子花的钱，居然还想要回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人。苏雨心中大喜，这就把所有的钱都要回来了。想到即将到手的50万，他的情绪管理差点就要绷不住，愣是把以前所有悲伤的事情都想了一遍，才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程元轻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苏雨现在闹得越凶，挽回梁婉婉的时候就会越卑微，他也只能附和道：该不会刚刚都只是嘴上说说的吧？我看你就是笃定宇哥不会让你还，所以刚刚才说出那番话，还以为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呢。不过就是有恃无恐而已。苏雨接过了欠条，简单的查看了一下，愤怒的将其扔掉。梁婉婉，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这张欠条上面只有轻飘飘的9个字：梁婉婉欠苏雨50万，欠缺的信息太多，就连还钱的时间都没有写，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闹，是你想用钱来侮辱我的尊严。你要是想要欠条，我再写一张给你，但是想要践踏我的尊严，我绝对不允许。刚写下欠条要和他断绝关系，他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现在想来，恐怕明天他就会和自己求饶。既然他想要写，程元，你给他找一份模板来写。程元刚刚还在纳闷苏雨是不是对梁婉婉人不死心，现在突然就明白了过来，原来苏哥这是以退为进，学到了，学到了。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找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欠条模板发给了梁婉婉。梁婉婉此时脸色跟便秘一样的难看，她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刚刚那个欠条，她也知道没有任何意义，就算给苏雨拿去了也没有关系。可按这个模板写下来的欠条是真实具有法律效力，明明他已经给了苏雨一个台阶，等过2天苏雨向他服个软，买一些礼物安抚一下，那他也就半推半就顺着台阶下来了。可剧情的走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梁婉婉，我看你就是仗着宇哥对你的喜欢，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见梁婉婉依旧发呆，苏雨故作深情道：婉婉，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我，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上学，都是为了你才来学校的。张诗婷凑上前，也是小声的劝道：婉婉，不就是欠条吗？他过2天肯定会回来求你的，这回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轻易的原谅他。我看最近新出了几款包包，都超适合你的。梁婉婉点了点头，果断将欠条写好发给苏雨。这样你满意了吧？苏雨，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说话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苏雨查看了一下欠条，将其妥善收好，将2份资料发给集团的法务留作备案。再看了一眼时间，距离上课还有半小时左右。他记得梁婉婉的家就在江城高中附近，现在回去拿礼物也来得及。他走到梁婉婉的旁边，轻轻咳嗽2声。咦，不愧是苏雨，这个脸皮真不是人能够比的，还以为他能坚持2天呢，没想到才5分钟就忍不住了。舔狗做到他这个份上，也真是绝了。同学，我们现在是陌生人，不要打扰我学习。欠条已经到手，苏雨也不用再演戏，他冷笑道：你可能还没有认清你的身份，我现在是你的债主。你是想用债主的身份逼我屈服吗？你真是恶心。我只是按照你欠条上写的，要把曾经送给你的礼物全部拿回来。你该不会不想认账吧？还是说你刚刚的话都只是说说而已？听到苏雨的话，梁婉婉震惊的张大了嘴巴，她没想到苏雨居然真的会把曾经送给她的礼物要回来。苏雨，你要是再这样，我就真的永远都不原谅你了。苏雨不由得皱了皱眉，合着这小妮子还以为自己是在和她开玩笑。她思索了片刻，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但随即咬着牙威胁道：你欠条上说的会把我所有送你的东西全部还给我，不然你就把欠条收回去。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女。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绝对偏袒。既然你们都不宠女，那我来宠。不可能，我说过我们今后就是陌生人了。既然你现在就想要回礼物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去拿。哼！苏雨心中一喜，但装作赌气的模样，转身就离开了教室。梁婉婉跟随在他的身后。我警告你，在车上不要和我说话，你不要有多余的幻想。苏雨故作痴情的模样，声音也软和了下来。梁婉婉，你到底想要闹到什么时候？听到苏雨言语中的深情，梁婉婉语气更加的冰冷。你以为有钱就可以肆意践踏我的尊严吗？苏雨同学，我们在灵魂上是平等的。一路上寂静无声，苏雨知道梁婉婉心意已决，已经没有心情陪这个小女孩演什么狗血的偶像剧。你就在楼下等着，我会把东西拿下来。半晌过后，他拿着5个包包来到了楼下，丢在了苏雨的面前。带着你的全部东西滚吧。苏雨看了眼这几个包包，这些是他送给梁婉婉礼物里最便宜几个，合计价格也不超过20万。他皱了皱眉，冷笑道：梁婉婉，我知道你舍不得我，这样吧，你给我和程元诚心道个歉，或许我可以原谅你今天的行为。他的话中已经透露出想要和自己和好的意思了，不过他现在还由于自尊心不肯道歉而已。等晾他2天，他自然又会屁颠屁颠的跑到自己跟前来。你做梦，剩下几个包都被我用旧了，你就算拿过去也只会丢掉。丢掉也是我的事。哦，对了，记得把我给你买的手机和电脑拿下来。送出去的礼物还想全部拿回去，太没品了。我把手机和电脑拿走，还能拿去卖了回血。之前我那旧的联想拯救者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游戏机、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
丢掉也是我的事，你要是真舍不得，不然还是给我好好道个歉吧，我会让校长把广播室给你腾出来的。你等着。梁婉婉气呼呼的又返回了楼上。够了吧，苏雨，我没有想过你居然是这样的人。苏雨犹豫的上下打量了梁婉婉一眼。你想干嘛？你要是敢乱来的话，我可是会喊人的。我看起来有这么饥不择食吗？不过好像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也是我买的。听到苏雨的话，梁婉婉此时已经不再是厌恶，眼神中更像是在看一个变态。这衣服我洗完之后再还给你。没事儿，原味的更好。你无耻！那个，我以前有没有给你买过丝袜什么的呀？你个变态，你滚啊！此时车边已经站了不少年轻的女孩与兰博基尼合照，他们对着突然闯进镜头的梁婉婉语气不悦道：喂，小妹妹，你能不能离这台车远一点，不要挨着镜头好吗？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梁婉婉心中浮现出一抹委屈，明明这是苏雨的车，可是现在想想，苏雨和她又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就是普通的同学而已。只见苏雨仿佛做贼一般，大包小包左右提着。朋友，包包要不大牌专柜购买，绝对保真，刚到的二手货，统统8折出售。保不保真不知道，但是看着苏雨提着这么多，不免怀疑。苏雨心中犯嘀咕：8折的价格还是太高了吗？他看着这群女孩明明很心动，却没有人愿意购买的样子。他将包包一个个摊在了大牛的前引擎盖上，打开了大牛的车门。现在购买，还可以在车内拍3张照。围观的女孩看到上千万的大牛都是苏雨的，那这些包包来源肯定也没有什么问题。10款包包8折的价格购买，哪怕直接卖出去都能赚上一笔。女孩们放下了戒心，跳了起来。还有女孩上前一步拉住了苏雨的手，询问道：小哥哥，我想要买你的联系方式，需要多少钱呀？看到别的女生接近苏雨，梁婉婉来到两人身旁，冷声道：苏雨，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学校？苏雨此时的目光都已经被面前的女孩吸引，饱满的胸脯，纤细的腰肢，还有修长的大腿。女孩说话的时候，胸前还如同布丁般轻轻摇晃，很是 Q 弹的样子。被人冷不丁的打扰，苏雨不由得皱了皱眉，但想想毕竟是自己带梁婉婉回的家，还是要给人安安全全的送到学校。等一会别急，没看到我在卖包吗？卖完后，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群人，带着梁婉婉回去学校。返回学校的路上，他突然说了一句：苏雨，刚刚那群人都是因为你的钱才接近你的。刚刚到账的40万，苏雨的心情很是不错，他无所谓的笑道：没事儿，哥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苏氏集团上千亿的资产，若是搭上王战的关系，很有可能达到万亿的级别。只要自己不要作死，稳住反派苏佳佳，按死男主周启天，这个钱花不完，根本花不完。下车时，苏雨手上拿着2部最新款式的菠萝手机，梁婉婉看着最新款的2部手机，心中顿时感到一喜。别以为区区一个手机就能让我原谅你，自己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等到苏雨先忍不住先提起这件事情才行。回到教室，成员跑到苏雨面前着急道：宇哥，好像有人在找你。他目光看向成员后方，只见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眼睛里闪烁着泪光，站在班级里很是紧张。苏雨认出女孩是上午给苏佳佳分馒头的江山，他噌的一下就跑到了江山的身边。怎么了？是佳佳出了什么事情吗？突然，他听到上方教室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苏佳佳的教室正在他的楼上。胖子，快跟我走一趟。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宠我，那我来宠。苏佳佳此时被5个女生包围着，她的桌子已经被一脚踢开。今天难怪有钱买新衣服穿，原来是出去卖了啊，都被人发到网上去了，我们学校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这么多钱够包你一次了吧？赶紧把衣服脱了，让同学们也长长见识啊！你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了，还怕什么？不要，我没有干那种事情，这些衣服都是哥哥买给我的。还在这儿装可怜，说什么哥哥妹妹呢？他既然自己不动手，那我们就一起帮帮他。看着杀气腾腾的苏雨，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下来了一瞬。苏佳佳看着如同天神下凡的苏雨，心中的委屈再也忍不住，她起身就钻进了苏雨的怀里。苏雨轻轻拍了拍苏佳佳的后背，不哭了，佳佳有没有哪里受伤？哥哥，我明明没有出去干那种事情，这些衣服都是你买给我的，你帮我和他们解释清楚好不好？胖子，把后门堵上，哥哥帮你和他们解释。哟，这应该就是昨天包了你的男人吧？没想到找的还是本校的，身体都贴在一起了，还说是哥哥妹妹呢，当婊子还要立牌坊，臭不要脸！兄弟，多少钱一碗啊？是原装的吗？昨天晚上他表现的怎么样？苏雨紧紧地抱着苏佳佳，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嚣张道：老子叫苏雨，你们他妈的敢动老子的人，现在老子要给你们解释了，他妈的都给我跪下来听！听到苏雨的话，所有的同学皆是不屑地嗤笑了一声。苏雨不是那个梁婉婉的舔狗吗？听说舔了1年多，花了家里许多钱，却连手都没有牵上。现在是放弃梁婉婉，换成苏佳佳舔了吧？不得不说，苏佳佳打扮起来比梁婉婉好看多了。苏雨愣了，没想到原主居然还挺聪明。一群造黄谣，
还霸凌同学的人，你们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他出去卖的视频都发到网上去了，他都有本事这么做，我们怎么就不能说了？有本事别干这个阿杂事儿啊！江山来到苏雨身边，小声的讲述了一下事件的始末。苏雨哥，这个女生是顾灿灿，以前就经常嘲笑欺负青艺，还有那个男生是廖飞文，是顾灿灿的男朋友。廖飞文看到今天苏佳佳很漂亮，一直在纠缠她，顾灿灿气不过，就又开始欺负佳佳了。把你们班主任叫过来，看看这事儿要怎么处理，处理不了我再好好教育他们。真的要叫他来吗？没有你们班主任的纵容，能教出这群小瘪犊子来，今天我就要把所有欺负苏佳佳的人统统弄死。江山又瞥了苏雨一眼，在他印象里，学生是不能和老师抗争的，但看着苏雨冰冷的眼神，还是迅速的走出了教室。苏雨拿出手机，找了找校长的电话。江城高中的校长名叫黄德仁，当初是他亲自安排原主在这里上的学。电话一接通，黄德仁谄媚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苏少爷，今天是来学校上课了吗？如果教室里趴着不舒服，我的办公室还购置了一张新的沙发，你可以过来休息。我给你10分钟，来高2一班，你给我好好看看，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他也没管黄德仁听没听清，直接就将电话给挂断了。听到苏雨的话，周围的同学有点慌张。刚刚他是不是打给校长了？怎么可能？和校长说话能是这种语气？他当他是谁啊？还给校长10分钟，让校长来见他，他有多大的脸啊？苏雨没有理会周围人的嘲讽，继续拨打第2个电话。陈对吗？我是苏雨，江城高中高2一班发生一起恶性霸凌事件，派一队人过来处理一下。教室的同学看着苏雨现在的模样，仿佛就是在看小丑。刚刚又打给谁了？检查吗？还派一队的人来，他当检察局是他家开的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拨通电话，就是在装样子。肯定的，不然对方怎么可能秒接电话？而且你看他的语气，一个校长，一个警察，他还能命令他们做事？那是真的装啊！估计就是这样把苏佳佳骗到手的。你们还不肯跪下听我解释吗？就你也配？不过就是虚张声势而已。你不是说10分钟校长就会过来吗？把门给他堵上，10分钟要是校长不来，让他见识见识挑衅我们班的下场。苏雨冷笑着，又拨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小刀，叫30号兄弟来江城高中高2一班。宇哥发话，我们兄弟几个20分钟就到。被称为小刀的男人原名叫刘刀，是这附近有名的混混。小刀，我还小炮呢。这又是叫的谁啊？还叫30号兄弟，是想让他们给你抬出去不成？不是说10分钟吗？现在都已经过去7分钟了。要是校长再不来，我可要动手了。哥哥，不会有事吧？如果真的有问题，到时候哥哥你就先跑吧。别怕，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苏佳佳感觉鼻头一酸，我相信哥哥。记住他们现在所有人的嘴脸，等一会儿你可别心软。我都听哥哥的。一阵急促的高跟鞋走路声从走廊传了过来，一个中年女人走进了教室。你们都在闹什么？整个学校就我们班最吵。女人名叫吴慧，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看着教室里此刻的惨状，他怒吼：这到底是谁干的？你们一个个的都哑巴了吗？突然，他看到教室里面的苏雨以及缩在苏雨怀里的苏佳佳，怒斥道：苏佳佳，怎么又是你？今天打扮的跟个狐狸精一样，是要勾引谁？你看看你才多大，大庭广众就往别的男人怀里钻，怎么就这么下贱呢？居然还敢带着男朋友来到班级闹事！像你这种搅屎棍，早就应该退学，赶紧把你家长都给我叫过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家长能教出你这种伤风败俗的玩意儿。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错的少女，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她刁难她，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是，既然你们都不处理，那我来处理。听到吴慧如同炮弹般的责骂，苏雨算是知道为什么这个班的人敢肆无忌惮的欺负苏佳佳了。明明这个小可怜话什么都没说，衣服都被撕破了，明显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可吴慧却没有任何调查，直接就认定是苏佳佳的错。苏雨眼眸一转，一改咄咄逼人的样子，一脸委屈道：吴老师，我是他哥哥，你要是想找家长的话，找我就可以了。你看我妹妹衣服被撕破了，人也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明明我妹妹才是受害者呀。吴慧看着苏雨这个窝囊的样子，冷笑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要不是你妹妹成天发骚，能让别人去撕她衣服吗？他们怎么不来撕我的衣服呢？小年纪不学好，穿得跟个狐狸精一样，我看你俩这么纠缠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围观的同学更是止不住的嘲笑。苏雨啦，我们还是喜欢你刚刚嚣张的样子，怎么一见到老师怂得跟耗子见到猫一样？不是还打电话给校长和帽子叔叔了吗？快点给他们叫过来。苏雨宠溺地对着苏佳佳凑在她耳边小声说道：哥哥先去打个架，你先在这里等等。苏雨挠了挠后脖梗，顿时感到有些烦躁。他来到吴慧的面前，天真的笑道：老师，你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吗？话刚说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大耳刮子就抽在了吴慧的脸上。果然是实践出真相，这不是挺响的吗？吴慧捂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苏雨，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学生给打。我问你，一个巴掌到底响不响？要不是你身上一堆烂肉，那我都怕长针眼，不然我就把你衣服扒光了丢操场上，
反正按照你说的，我就算撕了你的衣服，也是你自己发骚。一个老师居然对着学生发骚，你可真是贱呐！看着苏雨眼眸中闪烁的寒光，吴慧不敢再上前，她看向班级里的同学，怒道：你们都是群孬种吗？老师教了你们这么久，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老师被外来人员给欺负，他一定是校外的流氓，潜进学校里面偷东西的，你们赶紧上，把他给我抓起来！廖飞文早就已经蠢蠢欲动，得到吴慧的命令，更是直接朝着苏佳佳扑了过来。苏雨回头一看，扬起一脚就朝着廖飞文蹬了过去，廖飞文被一脚踢飞，直直的倒在地上。见到如此惨状，所有人的动作都不由地停下来。你们这群废物，愣着干什么？这个歹徒劫持人质，还打伤了同学，还不赶紧一起上，出示老师单张！成员见苏雨有危险，整个人如同重装坦克，迅速从教室后门跑到苏雨的旁边。宇哥，一会儿打起来，你带着妹妹先撤。不用了。黄德仁要是10秒内不出现的话，他以后都不用在江城出现了。就你还想让我们黄校长消失？校长来了也好，正好直接把你们2个都给开除。我们江城高中根本不需要你们2个搅屎棍的存在。对，我就是根棍子，你们就是一坨坨恶心的臭狗屎。牙尖嘴利，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尊师重教的吗？住手！都给我住手！只见黄德仁喘着粗气喊道：黄校长，你怎么来了？见到黄德仁，吴慧的脸上瞬间扬起菊花般灿烂的笑容，她瞥向苏雨，对着黄德仁解释道：这几个歹徒闯进我们学校，打伤了学生。黄德仁怒视了一眼周围的学生，连忙我有不来事。小少爷，你有没有受伤啊？看到黄德仁的反应，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黄德仁虽然长得很和蔼的模样，但是平日里极为严肃，对于学生管理极其严格。在他当上校长的5年多以来，每年被他开除的犯错的学生至少有50名。江城高中无论是升学率还是学风学纪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他也因此得到了铁血校长的美誉。这还是我们平时见到那个严肃的校长吗？瞧他那个奴颜婢膝的样子，该不会是被太监上身了吧？你就不怕被他开除了？不过校长今天看起来确实很不对劲。看着面前战战兢兢的黄德仁，苏雨拿过一张凳子，带着小尾巴坐了上去。事情处理起来要一段时间，不介意我坐着吗？苏少爷，是我疏忽了，你要注意多多休息才是。苏雨对这个卑微的黄德仁，他还真发不出什么火。行了，赶紧把这些事情给调查清楚吧。黄德仁随即转身看向了吴慧，他很想一头痛骂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但又怕把苏雨给吓跑，强忍着怒意道：说这是怎么回事？听到黄德仁语气中强忍的怒意，苏雨开口调侃道：黄校长，你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我看这一点都不像你啊。黄德仁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苏雨这是不满意他处理问题的。刚刚那个马屁算是拍歪了。吴慧，你快给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黄德仁厉声质问，吴慧嘴唇都开始颤抖了起来。黄校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呀，刚刚吴老师不是调查得很清楚吗？全都是我妹妹发骚，活该被人撕了衣服。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很对啊，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咱有理咱怕啥？还是说你也知道你自己理亏？看我妹妹没有人给她撑腰，就敢肆意妄为。听到苏雨的话，黄德仁也是猜出了个大概，他一巴掌直接把吴慧推到墙上。我让你一巴掌拍不响。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走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他，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决定既然你们都不处理，那我来处理。我辛辛苦苦打造一个文明校园，就滋生你这种为人师表的衣冠禽兽。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在班级里面当土皇帝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不但敢开除学生，我还敢开除老师。你现在就给我滚！不急，他以前还有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吗？吴慧进来就辱骂苏佳佳的操作过于娴熟，明显以前这种事情就没有少干。苏佳佳哼哼了2句，在苏雨胸口轻轻点了点头。吴慧此时是真的怕了，没想到像以前一样辱骂苏佳佳一阵，不仅挨了几个大逼兜，就连工作也都丢了。他跪在地上抱住了黄德仁的大腿，哀求道：校长，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没有调查就污蔑学生，今后我一定改正，我发誓我一定会改的。黄德仁有些犹豫地看向了苏雨，就教学水平而言，吴慧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吴慧注意到黄德仁的眼神，跪着爬到苏雨身前。苏少爷，我今后一定好好对待你的妹妹。佳佳，老师也教了你这么久了，对不对？你帮老师求求你哥好不好？苏佳佳没有说话，只是身体朝着苏雨怀里又裹了裹。她现在感觉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房间床上的角落，就是在苏雨的怀里，而且苏雨的怀里还暖暖的。吴老师，你到现在还没有认清楚你的错误。今天要是我妹霸凌别人，我肯定会好好教训她一番。你这个好好对待我妹妹，岂不是说在你眼中学生就是分3、6、9等的？而且你教我妹妹，这不是你的工作吗？还是说你有单独抽出时间对我妹妹进行额外的辅导？你给我妹妹唯一的特殊对待就是张口就往她身上泼脏水，你哪来的逼脸让我妹给你求情？苏
苏雨不耐烦地看向了黄德仁。学习知识前，先学习做人。在这种老师教学之下，我很怀疑我们学校学生的品格有没有问题。黄德仁讪笑着，他对着吴慧呵斥：“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了，还不快给我滚！”知道自己被开除后，吴慧迅速从地上爬起，阴狠地瞪了黄德仁一眼。既然我都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了，你黄德仁也管不了我。你和你妹妹勾勾搭搭的，你们2个人肯定有一腿。你妹妹穿的那么骚，被人扒了怪得了，谁都出去卖了，还在这儿装清纯呢。苏佳佳穿的是一件衬衣，搭配学院风的百褶裙，走的是甜美路线，跟穿着风骚是半点都不搭边。吴老师应该不知道吧？恶意造黄谣也是违法行为，可以把你抓起来，关上个几年的。你该不会以为学校不管你就没地方可以管你了吧？我爱人就在城卫军上班，你有本事让他来抓我啊！我刚刚就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今天这事儿没完。话刚说完，一队城卫军就来到了门口。吴慧在城卫军后方找到了他爱人的身影，连忙扑上前哭诉道：“周龙啊，你老婆都被这个小畜生给欺负死了，他刚刚抽了我好几个大嘴巴，你看我脸上现在还有印子呢，就连我的工作也被这个小畜生给弄丢了。你快把他抓起来，给他关上个10年8年的。”听到老婆被欺负，周龙火气蹭的一下就冒了进来，顺着吴慧所指的方向，他看到他的队长正和苏雨热情的打招呼，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小声问道：“你说欺负你的那个人，该不会是苏少爷吧？”“对，就是那个小畜生。老公，快帮我把他抓起来！”周龙一把捂住了吴慧的腿。“爹，你可真是我的活爹！现在跟我一起赶紧去给苏少爷道歉，要是得不到苏少爷的原谅，我们一家全完了。”正在这时，苏雨带着一脸意味深长的笑意将目光投了过来。“吴老师，那位就是你的爱人吧？你不是要让他把我抓起来吗？”顺着苏雨的目光，城卫军的队长陈福注意到站在队伍末尾的周龙和吴慧，皱眉不悦道：“周龙，什么时候城卫军变成你家开的了？想抓人就抓人。”吴慧呆愣愣地看了看苏雨以及站在身边的人，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到底惹了多大的祸，他眼眶通红，眼泪也不由得流了下来。“老公，怎么办？我知道错了，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帮帮我。”“苏少爷，我知道我婆娘的脾气，今天的事情肯定她有很大的责任，我代她向你道歉。”“黄校长，麻烦你把这间教室的监控调出来，省得让他们以为我仗势欺人。”在陈福和周龙看过视频过后，周龙上前一步致歉：“苏少爷，这些都是我老婆的错，你看要怎么处理？”“你这可真是难为我了，我还是问一下集团的法务，看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黄校长，咱们这儿监控应该能把近1年的都调出来吧？”听到苏打算调取1整年的监控，吴慧当即就跪了下去。陈福拍了拍周龙的肩膀：“让你老婆把这1整年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吧，也给我们省点活。”“是队长，我现在先把嫌疑人带回去审讯。”一想到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吴慧急得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老公，你不能这样不管我啊！我要是被关起来了，以后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快点帮我求求苏少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周龙恶狠狠地瞪了吴慧一眼，怒吼道：“早就让你改你的性子，你一直不听，你没事儿欺负别人好好的一个孩子干嘛？谁家孩子不是肉长的？虐待人家孩子的时候，你就得想到有这么一天，赶紧跟我走。”看到城卫军将班主任给带走，在场的同学无不震惊地看向苏雨。校长和城卫军真是苏雨叫过来的？苏雨到底是啥背景啊？一个舔狗有这么大的能量？光骂了苏佳佳一顿就被城卫军带走，是那廖飞文和顾灿灿他们岂不是要把牢底都坐穿了？他们以为欺负苏佳佳不过是同学间的玩闹，大不了是要道歉就走，没想到苏雨真要把他们抓起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廖飞文和顾灿灿几人面面相觑，看向苏雨的目光中也是充满了恐惧。我意外穿越到顶级富豪儿子身上，刚享受了几天豪门生活，却被告知我是从小被抱孙的少爷。只因你知晓书中苏家重男轻女，而原主因为自己假少爷的身份被真千金曝光，怀恨在心，3天2头的故意欺负他刁难，最终导致女主黑化，导致苏家家破人亡。为了能继续维持富2代的奢侈生活，穿越过来的你一定知道，既然你们都不宠你，那我来宠你。若是挂上了霸凌的罪名，有了犯罪记录，他们的人生可就完了呀。终于，一名跟在顾灿灿后面的女生承受不住压力，当场跪了下来。苏雨，我都是被顾灿灿逼的啊，我也不想欺负苏佳佳的，可如果不欺负她，那被欺负的人就是我了。有了人带头之后，另外的一名女生跪在地上，连连附和道：“是啊，都是顾灿灿逼的，我们也是迫于无奈。”顾灿灿震惊地看向跪在地上的2人，明明苏佳佳是被他们一起欺负的，现在却让他一个人背锅。他恶狠狠地咬牙，一脚踹在他们身上。分明就是你们告诉我苏佳佳在外面卖的，是你们说她在勾引我男朋友，现在说是我逼你们做的，我什么时候逼过你们？被踹了一脚，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起身就朝着顾灿灿扑了过去。顾灿灿，我都忍你很久了，不就仗着家里有些破钱吗？整天装得很了不起的样子，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你不就嫉妒苏佳佳长得比你好看，想要霸凌她吗？我们一起把她衣服扒光了，看她以后还高傲什么？是啊，她这么对待苏佳佳，
你也这么对待他？够了！听到他的话，几人立刻停了下来。顾灿灿现在整个人倒在地上，止不住的小声哭泣。正在这时，教室门外传来一道轻佻的口哨声，一个脸颊瘦削的男人走了进来。宇哥，兄弟几个没来晚吧？卧槽！刚刚苏雨说的那个小刀，不会就是刀哥吧？又叫了陈卫军，又叫了刀哥，苏雨这是黑白通吃啊！陈卫军最多把他们抓起来关上几个月，刀哥出马，他们估计接下来几个月都得躺着了。黄校长，你们学校的保安总不该换啊！他又看了看一旁的陈福，笑道：“陈队长，今天你也是来帮我宇哥平事儿的。”陈福神情严肃：“我们接到举报，这里发生了恶性校园霸凌事件，不要闹事，不然我们正好把你们一起带回去。”哎，陈队，我可是合法公民，你要是污蔑我，哈哈。我可要告你了。苏雨看情况不对，他对着陈福笑道：“陈队，接下来的场景你们可能不方便看到，还请麻烦你们先到门口等等吧。”陈福瞥了在地上抽泣的顾灿灿，又看了看苏雨。苏雨没有纵容几人将顾灿灿的衣服扒光，说明苏雨还是有一定分寸的。他点了点头，带着所有人暂时离开了教室。苏雨对着刘刀一个动作，刘刀心领神会的让所有人将这里包围了起来。他缓缓的来到顾灿灿面前，哭，你还有什么脸在这装可怜？要不是刚刚我来了，你有想过我妹妹会怎么样吗？我们不过是同学间闹着玩。那刚刚是我打扰你的雅兴了是吧？那让他们继续陪你玩一会儿。不要，我可以给你钱，给你很多很多钱，求求你放过我。钱吗？苏雨从苏佳佳口袋掏出昨天的支票，看到这里有多少钱了？老子差你这仨牙枣的。银行卡内的钱无法直观看出，但支票上明明白白的写着500万。顾灿灿也没想到，一向被他看不起的苏佳佳，居然比他还有钱。不可能，这支票一定是假的。苏雨大方地将支票递了过去。既然是假的，那你就把它撕了吧。顾灿灿根本不敢接过支票，浑身颤抖了起来。刀子不割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疼是不是？同学间的玩闹，怎么玩到你身上你就不敢了？你也知道你做的事情其实很过分吗？我就算弄死你也都是轻的。你们这是要把我妹妹一辈子都给毁了。听着苏雨剧烈的心跳，苏佳佳能够感受到苏雨此时是何等的生气。刘刀意识到情况不对，连忙讪笑着插到苏雨和顾灿灿中间。宇哥，为了个贱人不值当，你们2个去，还给我嫁出去。几人看到苏雨对顾灿灿的惩罚，纷纷跪地求饶道：“真的是顾灿灿那个贱人逼我做的，我们现在已经和他绝交了，以后绝对再也不和他说话了，求求你放过我们一马吧。”口口声声说是顾灿灿逼你们的，你们刚刚都快把他扒了，他能威胁得了你吗？眼看苏雨要上前动手，刘刀插嘴道：“宇哥，教训人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就好，哥几个干的就是这个，保证让陈卫军看不出来。”他现在生怕苏雨正在气头上，下手没有轻重，把别人弄出个好歹来。虽然最终可以将这件事压下来，但是就如此说了几个烂人不知道。一阵凄厉的哀嚎声过后，俩人浑身瘫软，也被拖了出去。现在这些害群之马都已经被清除了，我们以后就可以好好学习了。苏雨缓缓来到讲台前，对着讲台顶踹了一脚，剧烈的声响让所有人目光再次聚集了过来。你们该不会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吧？我说过让你们跪着听我解释。苏雨，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我们又没有对苏佳佳做什么，凭什么要迁怒我们？你这样就不怕你妹妹以后被排挤吗？苏雨看了黄德仁一眼，询问道：“咱们学校不允许带手机是吧？”黄德仁愣了一下，虽然学校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但还是顺着苏雨的话说道：“是的，手机会影响学习，学校禁止携带手机。”苏雨又看向刘刀，叮嘱所有的人把他们手机都收起来。今天的事情我不想传播出去，接下来交给你来处理。说完，他抱着苏佳佳走出了教室，平复了一下心情，看向陈福问道：“陈队，听说你特别敬佩我们大夏的几位开国将军。”陈福愣了一下，不知道苏雨为什么要这么问，但还是点了点头。我当初就是因为崇拜他们才走的这一条路。那你对王战老将军怎么样？